这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石器时代，别的部落还在吃生肉啃野菜，你却带着族人喝鲜汤吃烤肉，不仅吃上了香喷喷的大米饭，而且还用上了跨越年代的先进武器。只因你带着超前的特种技术回到这远古时代，你前世本是一名特种兵王，在边境抓捕罪犯时不幸坠入悬崖，再次睁眼却发现眼前站着几个裹着兽皮的女人。然而脚上传来的疼痛感让你来不及多想，凭你多年来特种兵的野外生存经验，你很快就断定自己脚上的伤是被蛇咬所致。于是你拿起一旁的石刀将伤口划开，接着用烧红的树枝戳向了伤口。一声惨嚎过后，你虚脱地躺在了地上，只希望高温可以杀死蛇毒蛋白。经过一夜的生死煎熬，第二天你像个小强一样又活了过来，从一个女人手里接过一块干肉，狼吞虎咽的就吃了下去。吃完后你一阵胡乱比划，继续要吃的。女人回答你的当然是不可能，毕竟在这个人口总共才50多人的小部落里，每天能够得到的食物都是有限的，再加上现在正是过冬前储存食物的季节，所以食物都会优先供给成年壮劳力。见状你只能自己去想办法填饱肚子。眼看这天气一天比一天冷，必须尽快想办法储存过冬的食物。仔细想了想，现在最容易获取的肉食就是鱼，离这里不到1000米的地方就有一条小河，但这个部落的人不吃鱼，自然也没有捕鱼的工具。想至此，你只能自己去弄些藤蔓编一个筐，然后去捞鱼。不多时，你就带着一大捆藤蔓回到了山洞口，开始制作箩筐。几个小伙伴围在周围好奇地看着你，嘴里啊呜啊呜的也说不出个人话。旁边几个女人则在山洞附近晒着茅草。就在这时，远处突然传来一阵惊恐的叫声，只见大胡子首领和2个男人各抱着一个巨大的鸟蛋，一边跑一边嗷嗷大叫，同时伴随着几声刺耳的尖叫声。一只足有3米多高的恐鸟紧追在首领身后，你顿时大喊一声，赶紧把蛋扔了。可惜没人能够听懂，首领没有放弃手中的鸟蛋，恐鸟也没有放弃首领。没过一会儿，首领就被恐鸟追上，狠狠的一啄，当场就领了盒饭。那一起跑回来的2个成年人见状，赶紧把手中的蛋给扔了，反身跑到丛林边缘，爬到了树上，这才逃过一劫。你身边的这群小伙伴哪见过这么可怕的场面，当即就吓得大叫了起来。恐鸟失去目标后，瞬间调转方向，朝着山洞这边哇哇大叫的孩子狂奔过来。见状，你赶紧带着几个小孩躲进了洞里，洞里的女人则是迅速的推动一块圆形石头，将洞口牢牢堵住。恐鸟见进不了洞，他转头走到首领的尸体旁，开始啄食他的身体。你一咬牙决定把恐鸟留下来，他现在已经品尝到人肉的味道，又知道你们部落的位置，将来恐怕部落里再也别想安宁。可是现在自己手上什么武器都没有，硬拼肯定不行。就在这时，你看到恐鸟那2条大长腿，顿时你眼前一亮，立马开始着手准备。首先找来2块拳头大小的石头，再解下缠在腰间的蛇皮，将石头分别系在2边。制作完后，你拎着简易投石索就从洞口缝隙中钻了出去。洞里的人都震惊了，想要追上来拉住你，又怕把恐鸟再引回来，只能焦急地看着外面当起了吃瓜群众。你悄悄地躲在灌木丛，猫着腰前进，一直到离恐鸟500-600米的地方就停了下来。此时的恐鸟还在忘情地享用着美食，殊不知你已经打起了他的主意。只见你悄悄地站了起来，抓住蛇皮绳的中间点，快速地旋转投石索，2块石头甩了起来，在离心力的作用下，瞬间把绳子拉直。恐鸟察觉到了这边的动静，抬起头，厉鸣一声就朝你狂奔过来。眼看着越来越近，山洞口的女人和孩子都吓得嗷嗷大叫，可你依旧站在原地稳如老狗。就在恐鸟冲到距离你30米的时候，你猛地将投石索朝它扔了出去，脱手的投石索打着旋，刚一接触到恐鸟的2条长腿就迅速收紧，已经冲到你10米近前的恐鸟直接失衡跌倒，2只小翅膀不停地扑腾着，就是站不起来。山洞口的女人和小伙伴一个个目瞪狗呆，张大着嘴巴不敢相信刚才的那一幕。你立刻招呼2个小伙伴按住恐鸟的脖子，而你则搬起一块大石头狠狠地砸了下去。恐鸟的头上顿时鲜血四溅，身体也不再剧烈挣扎，随后彻底没有了气息。2个小伙伴看着你，眼睛里充满了敬畏。你解开恐鸟腿上的蛇皮，重新系在了腰上，接着示意2人和你一起将恐鸟运回山洞。2人现在十分听话，俨然就是一副小迷弟的模样。随后你们3人合力拉着恐鸟的腿向山洞走去。看到3个人把那么大的猎物抓了回来，山洞里的人也待不住了，嗷嗷叫的挪开巨石，从山洞里冲出来帮忙。远处躲在树上的那2个成年男人也下了树，他们亲眼目睹了你独自捕杀恐鸟的全过程，对你也是十分佩服。这还是他们部落有史以来第一次捕获那么大的猎物。回到山洞里，你告诉女人们把羽毛留下来给自己，剩下的让他们自己干。现在危险解除了，你也要继续编自己的筐。大概过了1个小时的时间，2个箩筐便已经完成，用筐装上些恐鸟的内脏就向河边走去。途中有个女人看到你要独自去河边，也跟了上来，在她心里认为你很厉害，所以自己一定要把你看好。而刚认你做老大的2个男孩看见你又做了个奇怪的东西要出去，马上也追了上来。一行4人很快就到了河边。你站在河岸上，先是仔细观察了一阵，可却是越看越心惊。短短几分钟时间，你就看到了几次大鱼吃小鱼的命案。这河里居然有食肉的鱼类，但是不得不承认这里的生态环境是真好，小河的水一眼就能看到水底，里面的鱼也很多。选好了位置，你握紧筐上的草绳，把筐放到河里，肉腥的味道迅速在水里散开，方圆20米的鱼都骚动了起来，迅速朝着你这边游过来，纷纷钻入筐中开始哄抢那些内脏。你猛地把筐拖出水面，除了逃跑的筐里还剩下4条大鱼，而河里的鱼不仅没有逃跑，还一窝蜂的聚集在下面争抢内脏，这让你瞬间有了一种在公园里喂锦鲤的感觉。2个小伙伴和那个成年女人都很惊讶，用那个奇怪的东西放在水里面往上一拉，就可以把水里那种没有腿的东西弄上来。但是弄上来干嘛，他们还是不明白。你把4条鱼倒在地上，仔细处理以后，切下一块生鱼片放进嘴里吃了起来。看着你大嚼生鱼片的样子，他们立马明白这是可以吃的东西，于是也学着你的样子切了一片放进嘴里吃。那个女人的眼
睛瞬间就亮了，他立马意识到这是一项新的食物来源，一边咿呀呀的叫着，一边比划，让你教他怎么抓鱼。不过你并没有让他干这个，而是让他和一个孩子负责宰鱼，另一个孩子用草将清理好的鱼挂在木棍上，待会抬着回部落，而你则继续捞鱼。现在所有的鱼全部聚在一起，你干脆蹲在岸边用筐舀，每一筐下去都有不小的收获。4个人就这么干了一下午，最后捞上来的鱼足有200多条，最大的得有10斤左右。3个人肯定拿不回去，只好派一个小孩回去，再叫上一些大一点的孩子过来帮忙。最后一行人担的担，抬的抬，浩浩荡荡地朝着山洞走去。此时外出采集果实和狩猎的队伍都已经回来了，因为没有工具，大人们打的猎物多是一些兔子、野鸡一类的小动物。就在这时，小孩子们抬着鱼回到了山洞，全都嗷嗷叫着向大人们炫耀他们今天的收获。本来那些大人因为首领的死还有些难受，不过当他们看到你今天的收获时，瞬间又开心起来。首领的惨剧顿时被抛到脑后。清理完今天的收获，所有的族人都到了山洞外面洞口前的空地上，堆起了一大堆木柴，首领的尸体就放在上面。一个头上顶着2根羊角的老头点燃了柴堆，熊熊燃烧的大火很快就吞噬了首领的尸体，火光映照在每一个人的脸上。小孩子闻着烧肉的味道都在咽口水，他们丝毫没有悲伤感。大人们也因为有了新的食物来源而面色平静。而你也正好借机观察了一下这个部落，这个部落目前共有52个人，成年男人有8个，成年女人15个，其余则全是大大小小的孩子。其中刚刚点火的是部落的长老，因为他长得最老的原因，被部落里公认为最聪明的人。不过现在可能要排老2了，因为你正在取代他在大家心里的位置。还有一个手上长了6指的男人，喜欢用的武器是木棒，估计是近亲繁殖的原因，他整个人看起来有点不太聪明的样子。6指旁边是一个脖子上挂着羽毛项链的家伙，这个人看起来倒是很机灵，和6指一样喜欢用木棒，羽毛后面是带着骨头项链的石头，他常用的武器就是石头。离他俩有点远的是一个15岁的少年，这个家伙只有一只右耳，左脸上还有4条疤痕，他的武器是一根笔直的大腿骨磨制的管叉。独耳旁边是17岁的兽牙，他父亲是上一代的首领，而他手里拿的武器是2根1尺多长的剑齿虎牙，还有一个全部落最高的大力，身强力壮，武器简单粗暴，就是一根大腿骨。最后一个是拄着木杖的瘸子，他现在天天跟着采集队，专门负责开路和警戒，而且喜欢打磨石器。据说他最大的理想就是有生之年能磨出一个石盆来。总的说来，所有人中独耳、兽牙和大力就算是部落里最顶尖的战力了。等到烧完首领，天也黑透了，在长老的带领下，所有人来到了洞里开始分配食物。因为大家没吃过鱼，所以今天破例让你来分。你拿了一条提前烤好的鱼给他们示范怎么吃，怎么挑刺，大家也像模像样的学着吃得津津有味。或许是第一次吃饱的原因，大家越吃越开心，竟边吃边跳起舞来。眼前的一幕让你突然有了一种家的感觉，你在心里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带领部落过上更好的生活。等到所有人吃完以后，顶着羊角的长老拿着烧过的炭棒，在岩壁上记录下你在河边捞鱼的场景，而你则在一旁教女人们编筐，又在上面加了2条草绳改成背篓，这样他们以后就再也不需要用兽皮装果子，从而提高采摘的效率。几个女人一看就喜欢上了，轮流在身上试了又试，都舍不得放下，最后只好商量着明天再采些藤蔓回来，他们自己制作。为了表示感谢，他们从采集队里挑了2张鹿皮放到你的手上，自此你成为了部落里第一个穿上兽皮的小孩。但你也没有吝啬，自己留下1张，另1张则分给了几个2、3岁小孩的母亲，让他们给自己的孩子做衣服。要知道小孩子抵抗力差，在原始社会又根本没有医疗技术，一个小小的感冒发烧就能要了那些孩子的命，所以说这一块鹿皮说是一条命也不为过。你相信如果有一天你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，他们肯定不会当白眼狼。第2天你很早就醒了过来，一套简单的军体拳后你有些口干舌燥，但是看着那个石盆里大家一起喝的水，你还是有些下不了口。看来是时候烧一些装水的容器了。很快族人们也都叽叽喳喳地走出山洞，但是他们今天并没有急着出去打猎。长老将所有男人集结在了洞口的空地上，看意思是要重选新首领。你心想只有成为首领才能号令所有人，于是也加入了入选行列。首领的竞选方式简单粗暴，2人不拿武器决斗，最厉害的就是下一任首领。很快独耳和大力就相继胜出，你看着他们的比试无奈的摇头，就完全没有任何章法，只是一味的比拼蛮力。很快来到了独耳和大力的比试时间，大力1米9的身高站在那里，就如同一座铁塔一般。独耳瞬间有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，但他并没有锁，反而大叫一声，率先发动了攻击。可不料刚到大力身边，就被大力那一双大手一下抓住了双肩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就被大力甩出好几米远，砰的一声砸在了地上，半天没能爬起来。大力兴奋地捶了捶胸，族人们也激动地大叫着，表示对这个新首领的认可。就在这时，你3、2步走到他的身前，还有我呢。大力见你个小屁孩也敢出战，他捶着胸口，嘴里发出一声怒吼，可你也没有示弱，站在大力面前摆出一副战斗姿态。大力俯视着踩到自己胸口的你，眼中充满了自信和不屑。围观的小伙伴们则是嗷嗷叫的给你加油打气，你也没有犹豫，快速冲到大力身前，左脚踩着大力微曲的大腿猛地跃起，右腿一个顶膝狠狠地撞在大力的下巴上。大家还没反应过来，大力就直直地倒在了地上，左右滚动着在地上呻吟。在场的族人们瞬间目瞪口呆，要知道大力可是他们部落最强的战士，就算输也不至于被秒啊，而且对手还是个未成年的小孩子。长老突然变得很激动，一种没有依据但却很强烈的感觉在他心里出现，整个部落可能会因为眼前这个小孩变得越来越强大。还没等他做出指示，你已经被所有族人抬起来高高抛起，庆祝新首领的诞生。短短2天，你给部落带来的奇迹太多了。其实这样的结果也是众望所归。而此刻大力已经缓了过来，他明显还有些不服气，在众人的惊呼中快速地向你扑来。见状，你立马翻身下地，等到他冲到近前时，反手一把握住他的
2根手指用力向前一摆，接着一个侧身就绕到了大力的身后，猛地一脚踹在他的腿窝处，大力直接趴在了地上，越是挣扎就越是痛苦。没过2分钟，强如大力这样的猛男也不得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求饶，你这才拍拍手放开了这个涕泪横流的傻大个，然后转身进了山洞中。这一下人群又闹腾了起来，熊孩子们在欢呼，庆祝他们未成年人第一次打败大人，女人们讨论着在哪里见过藤蔓，晚上回来让首领再教他们编几个背篓，长老则是目光复杂的盯着山洞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你带着一身新造型再次出现在大家眼前，身上是一件简单的鹿皮衣，乌黑的长发用一条蛇皮束起，整个人看起来干净清爽又不失干练，这是你再三思考后的新造型。据说这种装扮从商周时期就开始了，早期的农民因为披散头发，种地不方便就开始束发，这也是以农耕为主的汉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。在族人冒着星星的目光中，你走到人群中开始安排今天的工作。首先将采集队重新做了人员调整，部落现在一共15个成年女人，其中6个都挺着大肚子，剩下9个加上瘸子就是10个人。不过今天你只派了8个女人去采集，现在她们有了背篓就不用瘸子来保护她们，一人拿根棍子自保还是没问题的。6个怀孕的女人留下来看家，顺便照顾那几个2、3岁的小屁孩，大一点的孩子都去拔草，剩下的那个女人则带着2个男孩去河里捞鱼。现在大家都有了活干，可瘸子却没领到任务，为此他显得有些沮丧。对于这个发誓要用一辈子磨出一个石盆的男人，你准备让他负责烧制陶器，但是烧陶器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，还需要准备很多东西，所以只好先给他安排一些别的事情。昨天捕的鱼还没有风干，这样的天气没有盐很快就会腐烂，经过烟熏之后则可以放置几年都不会坏。于是你给瘸子示范了一下，就全部扔给他做，而你则在山洞前找了一块平地开始挖坑建窑。整个窑分为上下3层，最下面用来掏灰和进风，中间一层添柴烧火，最上面一层放置陶器，足足花了3、4个钟头的时间，总算将窑搭建完成。但是湿的窑是没法用的，于是叫了昨天抓鱼的那俩小伙伴，在每一层都放上木柴烧火，这样下午应该就能用了。安排所有工作以后，你便亲自来到河边挑选粘土，找了一个光滑平整的大鹅卵石当做工作台，将挖来的粘土经过摔打揉捻，很快第一个抵小口大的小水缸便完成了。随后按照同样的方法一连做了4个，把它们全都放在山洞旁晾晒。接着便是几个双耳砂锅和几10个陶碗，以及一些小型餐具。这些东西不求美观，只求实用。此时你还不敢确定这些东西烧出来究竟能有多少成品。等到下午差不多过了一半的时候，你便将所有半成品依次放进火窑里。2个小伙伴和瘸子都站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看着。新首领一天居然弄了那么多土盆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。你没有理他们，坐在火塘边往里面添足了柴火。就这样一直到了傍晚，外出的族人们相继回到了部落，女人们的收获颇丰，背篓里全都装满了野果，还有大捆的藤蔓，看来是准备编背篓的。男人们今天的收获也很多，2只看着和火鸡差不多的大鸟，还有一些鸟蛋和几只土拨鼠，再加上今天捞的100多条鱼，整个部落的收获十分可观。所有当天吃不完的食物全都可以储存起来。眼看着那几个怀孕的女人就快生了，到时候她们也能有充足的食物。待到陶碗开始发白时，你便停止了添柴火，让里面的火焰自然熄灭后凉上1夜，明天早上就能开窑了。经过一天的劳动，族人们都很累，但他们围在篝火边，每一个脸上都挂着幸福的笑容。现在再也不用饿肚子了。最主要的是，你将2只大鸟做成了叫花鸡，它们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美味的食物，可你却没有什么胃口，因为这些食物只撒了一点点粗盐，根本就尝不出咸味。现在的粗盐很是珍贵，据说这还是和别的部落交换来的。你在心里暗暗盘算着，能不能用陶器再交换一些回来。等到所有人吃完以后，女人们便回到山洞里开始编筐。她们发现背篓确实很好用，今天采集队的人数少了，收获反而更多了。而你则将所有的兽皮全都分发了下去。现在几个孩子挤一挤都可以盖上被子。第2天早上醒来，你立刻就去检查陶器烧制的成果。瘸子第一时间拉着长老围了过来，咿咿呀呀的跟长老说着什么，看着挺紧张的样子。你自己其实也非常紧张，毕竟你的焕颜大计，还有你心心念念的肉汤就全靠它了。怀着砸金蛋的心情，你掀开了窑顶的土盖子，把脑袋伸到上面一看，只见所有的陶碗呈现鲜艳的土红色，仿佛挂了又一样出乎意料的光滑。见状，瘸子一把抢过那个陶碗，激动的上下来回抚摸着，随后他跌跌撞撞的跑回山洞。没过一会儿，就看他端着一碗水嗷嗷叫着跑回来，高兴的向族人展示着这个可以装水的漂亮容器。你笑了笑，继续将陶器往外拿。4个砂锅和4个小水缸烧制的很成功，光滑的表面没有一丝裂纹。8个勺子只有2个成品，其余的都烧化了，全部粘到了一起。20多个陶碗不影响使用的只有12个，一件一件的土红色陶器接连出窑，带给族人的除了震撼还有激动。兽牙和大力手最快，一人抱着1口缸就向河边跑去，没一会就抱回来2缸水。长老虽然激动，但是还能保持淡定，连比划带说的向你咨询这是怎么弄的。还没等你开口，昨天帮忙的2个小伙伴就抢着向他解释，但你最关心的还是能不能焕颜的事。比划着对长老表达了这个问题，没想到长老竟用一副看败家子的表情看着你，他一边指着大大小小的陶器，一边指着部落里的大人小孩，用土话告诉你这玩意到底有多珍贵。等明白过来以后，你彻底震惊了，哪怕是一个碗都可以换来一个即将成年的男孩或者2个女孩，更别提那些水缸和砂锅了。现在的各个部落里盛水的容器少之又少，一辈子磨一个石盆都是常事。为了获得更多的容器，一些部落就会不惜用人口来换，他们觉得人口多了没用，还会消耗更多食物。可你觉得更多的人可以获得更多的食物，而且还增加了部落的战斗力。新的成员加入也是为部落融入新鲜的血液。想到这里，你当即分配了交易任务，长老和狩猎队7人全部出动，用1个水缸、1个砂锅还有3只陶碗去交换人口和盐。用水缸
缸换2个成年女人，砂锅换2个即将成年的男孩，3只陶碗全部换成盐，如果没有盐就用陶碗换女孩。说完以后，几人便立即出发，而你则继续安排其他族人今天的工作。交易是和部落西边的一个部落进行的，翻过一座山，再跨过一条山谷，一行人很快就到了目的地。这个部落比你的汉部落稍大，人口大约80-90人。之前2个部落间就经常交换东西，眼见着长老一行人带来了交换的东西，对方的谢顶首领立马迎了出来。简单交谈以后，长老从背篓里拿出一个陶碗递给他，用这个换咸食。谢顶顿时眼前一亮，这个陶碗里外光滑，而且比自己部落的食盆轻很多，当即让2个族人去拿了一小包咸食递给长老。可长老接过袋子看一眼就摇了摇头，我们要多一些，而且这次我们还想换2个成年女人。说着就让大力把那个水缸拿出来。谢顶立马就傻眼了，这个食盆好大，以后可以储存更多水了。可下一刻他就犹豫了，2个女人换一个这种大食盆确实很划算，但是眼下正是秋季收集食物的时候，少一个人就会少一些收获。但最后他还是笑着答应了下来，少个人不就能减少消耗吗？这波血赚。没过一会，2个瘦弱女人被带了过来，这是一对成年的姐妹，姐姐怀里还抱着一个4岁大的光腚小男孩，小男孩闭着眼睛一动不动的，一看就是生病了。我们用这2个人换你的大食盆，那个小男孩送给你们。谢顶一脸嫌弃的挥挥手，似乎催促着这2个女人快点走。长老看着这2个虚弱的女人也没说什么，又让石头把背着的陶锅和剩下的陶碗拿出来。如果你想要，可以用男孩换。谢顶首领刚换了大缸，现在看见这个稍小的，虽然喜欢，但还是摆摆手表示不换了。见状，长老只好按照你早上教的方法，现场演示用陶锅煮一锅肉汤。很快浓烈的肉香就从锅里飘出来，对方族人立刻开始狂吞口水，原来肉还可以这么吃。谢顶首领迫不及待地从长老手里接过陶碗，里面盛着几块炖肉和肉汤。谢顶犹豫着尝了一口，顿时惊住了，我的天，实在是太香了！咸香的肉汤飘着一层漂亮的油花，那鲜美多汁的炖肉一口下去，整个人都舒坦了。不就几个小孩吗？换，必须换！此时的谢顶终于大方了，痛痛快快地给了人，又让小弟搬出一大包咸食出来，把大力的背篓都装满了。见状，长老满意的点了点头，随即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开始返程。来的时候是7个人的队伍，加上买来的9个人，回去时变成了16个，这收获可比打1天猎强多了。一行人匆匆的赶路，终于在临近傍晚时回到了汉部落。只是这几个买来的人刚走到洞口的空地上，就全都震惊住了。山洞口摆放着瘸子今天新烧出来的4个水缸、4个锅和一大摞碗，瘸子正在看着这些淘气傻笑，这是他这辈子最开心的一天。而另一边的空地上，几百条大鱼正挂在一起风干，旁边的女人们都笑呵呵的，这些可都是肉啊！现在他们也可以抓到肉食了。尤其是那几个刚换回来的大人小孩都傻眼了，要知道一个食盆就能换2个成年人，但这个部落居然还有这么多，还有那些挂着的肉应该都是可以吃的。看来到这个部落也不错。长老带着人向你汇报工作，赤条条的8个人加上一个赤条条的小孩，你眯着眼睛依次从他们身前走过，一个个瘦了吧唧的，一看就是次货。不过没关系，部落里有的是肉，一个冬天就能全都补回来。你最后走到那个抱孩子的女人跟前，那孩子一动不动的，脸色也很红。你摸了摸孩子的额头，都赶上小火炉了，赶紧扯着那个女人进了山洞，先找了一张兽皮把这娘俩包上，让他们坐在火塘边取暖，而你则在一边急得团团转。现在什么药品都没有，要怎么退烧？忽然你眼睛一亮，对了，刮痧可以退烧。想到这里，你立马开始准备，先在火塘边上烧上一锅清炖鱼汤，又去找能刮痧的骨头。之前那个恐鸟的大嘴足有半米长，砸碎弄一小块就够了。抱孩子的女人也不知道你要干什么，刚才你摸了她的孩子就一直皱着眉，她很担心你会把她的孩子丢掉。想到这里忍不住流出了眼泪。就在这时，你拿着一块鸟嘴碎片走到她面前，把孩子给我吧，我可以帮你救他。女人不懂什么意思，但她能感觉到你比之前的首领对她更好，于是战战兢兢地将孩子递到你的手上。你拿着骨片在小孩身上刮出一条条的红印，昏睡中的孩子疼得直皱眉，嘴里不停地发出哭声。没过多久，你把全身被刮满红印的孩子还给了他，又盛了一碗鱼汤，一勺一勺地喂给他的孩子。这小孩也不知道饿了多久，刚接触到就直接吞了下去。你顿时松了一口气，会吃东西就还有救，只要一会能捂出一身汗来，这条小命就算保住了。女人也算是彻底放下心来，虽然不知道你刚才是在干什么，但看样子不像是要害她的孩子。这一放松下来，她那2天没吃过饭的肚子就咕咕地叫了起来。看着眼前的鱼汤直咽口水，你立马盛了一碗鱼汤连同一大块鱼肉递到她手上，随后从她怀里接过孩子，抱在怀里用兽皮包严实。此时你心里愁得要命，一个小小的发烧都能置人于死地。现在大家吃饭的问题暂时解决了，可是衣服怎么办？要想尽可能多的攒下兽皮，还是得要猎杀大型动物才行。但现在的这些武器根本办不到，以后狩猎自己还是必须跟着出去找些材料做武器，再差也要弄几个陷阱什么的。你在心里暗暗发誓，在冬天到来之前，一定要让每个人都有一件衣服。等到所有人都吃完饭，小男孩也醒了，出了一身的汗水，你把他递给了女人，亲自给他绑上了束发，还为他取了个名字叫去病。女人很高兴，新部落的首领不但救活了他的孩子，还亲手给他绑了和别人一样的发型，这就代表他接受了自己这些人。忙完了这些，你就开始给自己打造装备，挑出一根还比较直的棍子，将恐鸟腿骨磨成的枪头绑在棍子的一头，一根原始的骨毛就出现，接着掰下一些恐鸟鸟嘴，磨成一柄短刀，剩余的材料则交给瘸子，让他也打造一把。现在装备就这2件，啥玩意都要自己整。第2天一早，等族人们都起床之后，你就安排了
新的任务，瘸子继续烧陶器，必须先保证每人都有一个碗再说。成年女人分为2队，一队去采集野果，一队去捕鱼，剩下的孩子留下来帮忙打猎，由你亲自带队。狩猎队的全体成员，加上平时跟着你的2个小伙伴大嘴和猴子，还有昨天刚买来的大毛、二毛2兄弟，整整11个人的队伍，迎着朝阳大步向丛林挺进。进了丛林以后，狩猎队就分散开了，每个成年人各自捕猎，你则是带着4个小弟，他们背着背篓，拿着一捆草绳给你打下手。这片林子里的树大多是产坚果的树种，每一棵都有30米以上的高度。看着那1米多粗的直径的树，你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地上掉满了坚果，远远的就能看到一些大鸟在地上觅食，但这一路上你只是观察，并没有捕猎任何动物。作为一个优秀的猎手，首先要搞清楚自己的猎场里有什么才行。很快你便发现了野猪的痕迹，从杂乱的脚印来看，应该还是一群，只不过那个脚印的深度着实让你有些害怕，看样子体重至少有1000斤以上。你朝着一路小心翼翼进发，终于翻过了山脊的高地，顿时你眼前一亮，只见前面山谷中横亘着一条波光粼粼的小溪，溪边是一些巨大的芦荟。此时10几头碗齿猪正在溪边喝水，看样子是完整的一家子。领头的公猪体重估计有1500斤，身后跟着他的大奶、二奶、三奶，还有10多头家猪大小的幼崽。这情况冲过去硬干肯定不行，必须要布置陷阱。你悄悄地贴着地面向后退，又回到了树林里。小伙伴们怕得不行，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猎物，你也压根没有指望他们。开始独自布置陷阱，用草绳在猪的脚印上做了几个6字形活套，另一头直接系在大树上，只要猪蹄子踩进去，绳套就会自动收紧，而且是越挣扎越紧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小伙伴们在你的安排下直接爬上了树。现在只要让那群猪走回头路就行。你悄悄地绕到小溪的另一边的灌木丛中，把身上裹满泥浆，举着2个树枝，突然就从灌木后面跳出来，同时扯着嗓子大叫。猪群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生物，立马就撒丫子往林子里跑去。你在后面紧追不舍，一边喊一边跑。没过一会，前面就传来了野猪的哀嚎。等走到陷阱区的时候，就看到那个领头的公猪还有一头成年的母猪躺在地上。这种草绳坚持不了多久，你拿着鼓毛小心靠近，瞅准时机，一枪猛戳进它张开的嘴里，锋利的鼓毛直接穿透它的后颈，猪血跟不要钱一样喷了出来。没过一会，1500斤的大家伙终于倒在了地上，身子时不时的抽搐，你这才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不过很快一个难题摆在了面前，这么大的野猪，仅凭5个小孩要怎么弄回去？看着旁边不停挣扎的母猪，你突然眼睛一亮，先将母猪用草绳控制在树上，再用绳子将它的嘴绑紧防止咬，接着用2条绳子分别绑在母猪的2条前腿，最后将公猪的绳子绑在母猪的身上。等到所有的事情做完，你就牵着猪嘴走在前面引导方向，大嘴和猴子一人牵着一条母猪的前腿走在2边，大毛、二毛拿着棍子走在最后面警戒。就这样一路走过茂密的丛林，终于远远地看见了部落的山洞。在外面清理灌木丛的一个小伙伴最先发现了你，他嗷嗷地叫着通知部落里。没过一会，他们全都一窝蜂地迎了过来，但全都不敢靠近，他们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猎物。你叫来瘸子，让他去准备一个水缸还有盐，等他把水缸拿过来，你就在地面挖坑，然后把水缸放在坑里，缸口只高出地面一点点，然后大家一起把母猪按到水缸旁边，你直接一刀捅在他的脖子上，鲜血一滴没洒的都喷到了水缸里，没一会就装了满满1缸血。你往里面倒上1碗盐水，搅拌均匀，用不了多久就会变成美味的血豆腐，晚上用来煮汤喝。碗齿猪的皮削制一下，用来做皮靴或者背包，这2头猪应该可以做很多。双皮下面一层白花花的板油足有4指厚，一会放火上炼一炼，剩下的除了猪肺拿去捕鱼，其余的都是可以吃的，就连大一点的骨头也全都剔下来，可以用来磨个兵器啥的。整整1下午的时间，全都用在了这2头1000斤巨猪身上，很累，但是成果很是喜人。熏肉架子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肉块，1缸煮熟的血豆腐，3缸白花花的猪油。小孩子们笑嘻嘻的不停捡拾着油渣，连去病都吃得很欢。就在瘸子傍晚开窑取陶器的时候，忙碌一天的大部队也回来，捕鱼队足足弄了好几百条，狩猎队也不差，3只野鸡和2条大蛇，10多枚鸟蛋和10几只土拨鼠，还有1筐坚果。更惊喜的是，今天去病的小姨带着采集队找到了一种新的食物，是一种很甜很甜的树根，切开外皮，里面居然有天然的琥珀色糖，多收集一点就可以提炼白糖。为此你还专门夸奖了那个少女。晚饭大家都吃得很开心，可长老却黑着脸，拿着一根长满红刺的荆棘藤，追着去病的小姨不停抽打。你在原主的记忆里知道，那根藤就是部落里类似家法的，专打犯了大错的人。见状，你急忙拦住怒气冲冲的长老，询问他打人的理由。结果他说那种树根是恶魔树的诱饵，所有偷吃树根的人都会被恶魔树吃掉。听到这话，你赶紧让大家停止吃这种树根，倒不是真相信他的说法，而是担心这玩意万一真要有毒，或者吃了能让人上瘾。因为这件事夜里睡觉的时候你一直十分警醒，仔细感受自己的身体变化。好在一夜无事，等到天大亮族人们都出来的时候，你开始安排今天的工作，其他的和往常一样，唯一不同的是去病和他妈去了捕鱼队，而你则带着4个小弟去了采集队。你要去看看长老口中的恶魔树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那棵树的位置就在山洞的后山深处，这座山上高大的树并不多，但是灌木丛却非常茂盛，而且果树也有不少。行进的过程中，你惊喜地发现了让你朝思暮想的辣椒，红彤彤的一片隐藏在灌木丛中，但是族人们从来不吃这个，这刺激性的口感让他们认为这东西不能吃。当即你就吩咐4个小弟今天什么都不用干，就专心在这里摘辣椒。你跟着采集队继续前进，翻过一道山梁，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盆地，这里
里随处可见一些颜色发青的动物骸骨，活像一个乱葬岗。而在这盆地中央，一棵高达60米左右的怪树就屹立在那里，树根覆盖了方圆500米的面积，越靠近中心根流就越多。这样的规律似乎是在吸引着动物靠近树干，直觉告诉你越靠近树干肯定越有危险。不过你还是打算走近些看看，凭借自己的身手，你有信心能够全身而退。你每走一步就用长矛在前面的地上戳一戳，慢慢的向着中间靠近。就在你的长矛戳到被树冠覆盖的地方时，多年特种兵培养出来的直觉告诉你有危险即将到来，于是你赶紧收矛原路后撤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嗖嗖的破风声突然从天而降，10多根将近1米长的尖刺直直的插入地面，目标正是刚才你的长矛触碰的位置。这些尖刺每一根直径将近1厘米，尾端还有一朵碗口大的白色花，这不就是天然的箭矢吗？你顿时开心无比，草船借箭的典故突然从脑子里蹦了出来。你用自己的背篓当把，在背篓上系一根长绳，往树冠下面一扔，嗖嗖嗖的瞬间就插上10多根尖刺，重复来回操作，很快就弄到了2大捆尖刺。出去的时候，你交代那些女人树根可以吃，但是只许采集外物。回部落的途中，你在树林里又收集了100根已经长得有3厘米粗的恶魔树苗，这些长得根根笔直，是做长矛最好的材料。呼唤来了4个采集辣椒的小弟，5个人一起扛着这些小树苗回家。回到部落，孩子们又在围观你带回去的东西，可在那些孕妇的眼中，你们带回的东西都毫无用处。辣椒不能吃，棍子不够粗，打到猎物身上也打不死，但这丝毫不影响你开心的心情。剩下的时间，你要好好的更新一下自己装备。剥了皮的尖刺质地细腻坚硬，直径和香烟差不多粗，如果做成箭矢应该也是重箭，虽然会影响射程，但是穿透力强大。而3厘米粗的小树苗，因为木质坚硬的原因，要把表面碳化，再磨出一个尖头，打猎绝对够用。这个磨枪头的活自然是交给4个小弟，以后全部落的人都要装备这种新式长矛。现在就差一张弓了，以现在的条件只能制作长弓，虽然笨重，但是威力丝毫不弱。而制作长弓就要用到沙木，昨天抓野猪的林子里就有，只要找个大小合适的就行。其实最让你惦记的还是打野猪时发现的芦荟，它叶片里富含的纤维是制作缆绳的最佳材料，也可以用它织布做衣服。虽然比不上苎麻，但总归比兽皮强得多，而且还很结实。更主要的是，它叶片的汁液可以用来处理伤口，既能消炎解毒，又能清热败火。想到这里，你打算从明年开始就大面积种植芦荟，到时候族人就能有衣服穿了，也能大大降低因为捕猎受伤造成的感染死亡。次日，你来到抓野猪的这片树林，很幸运的发现2棵不知道被什么动物撞倒的杉树已经被阴干了，正好可以用来做弓。整整花了1天的时间，你先准备10斧10刀，再经过1整天的刀削斧劈，一张1.5米的长弓终于是能看出雏形，又仔细的矫正打磨1天才算是完工。弓弦是用剑麻纤维搓出来的，箭矢全部由现成的尖刺做成，箭羽则用恐鸟的蓝绿色鳞羽，一口气做了200多根。2天后，你把所有的族人都召集在空地上，离你30米处有一个草把，上面挂了几只今天刚抓到的土拨鼠。你先是给大家示范了一下头矛，30米的距离刺上把，然后就是长矛的近距离刺杀。族人们看得很激动，他们到现在才知道，原来首领这几天做的都是武器。除了年龄比较小的小孩子，你给所有的族人全部发了1根，狩猎队的则每人3根，2根头矛，剩下的1根近距离刺杀。那些即将成年的孩子，每天除了拔草和玩耍之外，必须要练习头矛。百杆长矛很好看，族人们对这种制式武器爱不释手，这也是除了扔石头以外唯一可以远距离攻击的武器。接着你又演示了弓箭，100步左右的距离，连续5箭全部射在土拨鼠身上，所有人目瞪口呆，全都争先恐后的挤过来，就是想摸一把。不过你只是给他们示范一下，现在不准备推广，毕竟制作还是太困难。成功的推广了长矛，你就开始着手制作皮靴。2张黑色的野猪皮经过多次的揉制，已经变得非常结实有韧性。为了保证每人都能分到1双，除了你的靴子全是用猪皮做的，所有族人都是用野猪皮制作的鞋底，鞋面则是由各种小动物的兽皮缝制。去病的靴子是你亲手做的，靴筒一直到了膝盖，里面全是毛茸茸的兽毛，整个穿着特别暖和。小皮还穿上以后天天跟人显摆。经过你的一顿操作，原本部落里为数不多的小块兽皮也被折腾光了。天气越来越冷，对兽皮的需求已经迫在眉睫。现在陶器够用了，你给瘸子安排了新的任务，烧砖，等砖多了就可以盖一个大一点的窑，甚至是用来垒墙建房。给小伙伴们安排的拔草任务也完成的差不多了。山洞外整整几10亩的土地全都已经清理干净，不管是盖房子还是种地都可以，只是现在还没有合适的种子，也就只能种点辣椒。剑麻是多年生植物，你准备把它种在后山上，每年收割1次就行。安排好了这些长期的任务，你就准备去远一点的地方寻找大型的食草动物，而远行需要用到的装备你早就已经准备好，不管是武器吃的用的全都应有尽有。跟族人们交代完后，你背上背篓启程。而长老对你这次远行脸上写满了担心，他从来没见过能在山洞外面过夜还能活着的人。食草动物一般在草原上，现在首先是要走出这片无边无际的森林。走了整整1个上午，树林也变得越来越矮，这让你很是高兴，这是即将走出丛林的前兆。1个上午的赶路让你口干舌燥，你来到一个河边想要喝点水，刚蹲下拿出陶碗准备舀水，平静的河面突然猛地窜出一个庞然大物，一张长满锯齿的血盆大口向你咬来，你吓得赶紧背过身去。怪物一口咬住了背篓，水怪的嘴正好被背篓卡住，想吐吐不出来，想咬碎又咬不动，只能来回的甩动头部。你被拖入水中左右摇摆，危机时刻你挣扎着拔出靴子里的鸟嘴匕首，挑断一边的背带，这才费劲的转过身来。你一手死命的拽着剩下的那条背带，另一只手拿着匕首往水怪的头上猛刺，水怪甩动的幅度更大，顶着你又是高高跃出水面，再把你重重的砸下去，又带着你在水里横冲直撞。你
一个翻身骑到水怪的头上，狠狠地几刀捅在他的2只眼睛上，鲜血和着脑浆顿时从2个眼眶中不断的喷涌而出，搅浑了一大片的河水。渐渐的，水怪挣扎的力度也越来越小，最后直接变成了抽搐，已精疲力尽的游上了对岸。休息了一会后，水怪也死透了，翻着雪白的肚皮飘在河面上，你的背篓还牢牢地卡在他的嘴里，你只能找了一根结实的树藤，从水怪的眼眶里穿过，费了9牛2虎之力把水怪拖上来，这才有时间仔细打量这个怪物，原来只是一条鱼而已，体长足有5米左右。休息了一会，你抄起石斧开始敲大鱼的板牙，小孩巴掌大的三角形牙齿足有50多个，都敲完了才把背篓取出来，检查一下里面的东西。好在火种管没进水，其他东西有一点点损坏，但还能用。可就在你想着生火烤衣服的时候，树林里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，扭头一看，只见一个皮肤惨白的女人带着一个小女孩正惊恐地看着自己，随即2个人一声大叫，撒腿就跑，地上还掉了一个圆咕隆咚的东西。你走过去一看，居然是一个木桶，是用一整节原木把中间烧掉制成。看这样子，刚才那2个女人应该是来打水的，现在直接扔了木桶跑了，说不定一会他们还会带人来。果然没过一会，打水的女人就带着她的几个族人赶了过来，他们身穿白色兽皮袍，皮肤白的就跟刷了双飞粉一样。一群人看着你身后的大鱼都有些惊愕，一个首领模样的男子对视着你，指了指旁边的那个木桶，你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，用长矛挑着那个木桶递给对方的首领。首领接过木桶，嘴里叽里呱啦的说着什么，又指了指你身后的大鱼。你虽然听不懂，不过看他指着鱼也大概明白啥意思，随即侧了侧身把鱼让出来，对方一群人立马就冲了过去，对着大鱼一顿暴揍，其中几个女人还呜呜的哭出声来。领头的男子面带笑容，用拳头捶了捶自己的胸口，然后又把拳头伸向你，你一脸懵，不过看对方面带笑容，应该不是要打架的意思，犹豫着用拳头和对方碰了一下。男子哈哈大笑，热情的和你拥抱一下，然后就叽里呱啦的连说带比划的跟你交流，就算语言不通，可表情和肢体语言还是可以交流的。你告诉他你是从河对岸来，自己是要去找一种头上长角的动物。男子点点头表示了解，然后告诉你他们部落有很多人曾经被这条鱼吃掉，为了感谢你杀了怪鱼，他希望你可以去他们部落做客。眼看着就要到傍晚，而且你们2个部落离得也不远，说不定以后可以找他们交易物品。于是你索性就答应了他，你示意他们把鱼抬上，那个是可以吃的东西。男子表现得很惊讶，在他们印象中只有被鱼吃的份，啥时候吃过鱼啊？不过还是同意了下来，因为鱼太大，只能先宰好了再分割带走，你只好继续干活。银色的鱼皮足有4米长3米半宽，很光滑而且还有弹性，最主要是还能防水，你果断收了起来。其余的鱼肉清理干净以后，切成了几大块被人抬走。他们的部落就在树林中，走了没有10分钟就看到一个巨大的树，里面的空间也就100平方左右，地方虽然不大，但是已经足够他们居住，因为他们的人实在是太少，成年男人加上成年女人才14个，再加上所有的孩子总共才32个。这个住在树洞的部落被你称为树部落，他们之所以皮肤都很白，是因为他们终生都居住在这黑暗的森林里。他们的长老用手指向东方，告诉你从那个方向出了黑森林，有一座像天上的云一样的山，那座山上有一种长着2根尖角的动物，它们跑得像风一样快，没有人能抓到。根据他的描述，你猜测那应该是大型羚羊一类的动物，如果追的话肯定追不上，但是自己可以提前布好陷阱。此时你显得很自信，但是大树和树长老都不对你抱什么希望。大树看长老不再说话，就向你推荐自己的衣服，这是一种体长超过半米的大兔子的皮，兔子喜欢吃树林里的苔藓和蘑菇，在这片黑森林里就有很多。你眼睛顿时一亮，兔子可是个好东西，要知道兔子这种东西可是和老鼠一样能生，一胎5只以上都是常事。小兔子生下来4个月性成熟就能接着生，平均2个月一胎，如果能带回去2对成年的兔子加以训练，那1年就会变成几百只，到时候整个部落都不会再缺衣服穿，兔子肉也会成为一个重要的食物来源。晚上吃过饭后，大树说自己要带着族人出去狩猎，问你要不要去。你诧异了下，不过兔子这种动物本就是夜行动物，晚上狩猎也很正常，于是便答应了他。到了目的地后，你没有动手，只是安静地躲在一边，看他们怎么抓兔子。大树带着人先收集了一些蘑菇，放在一个黑铁树的下面，一群人则在附近隐藏好。没过一会，就有一只肥大的兔子跳了过来，警惕地环顾四周，见没什么动静，就慢慢地往蘑菇靠过去。就在这时，大树带着一群人冲了出去，他们用带着密集枝桠的树枝，迅速把兔子围得动弹不得，这才用一根木刺结果了那只兔子。这就是围猎，而且抓的还是活的。你瞬间就起了要和他们交易的念头，要是能让他们帮自己抓兔子多好。接着又换了个地方，再次摆好蘑菇，这一次你决定换自己露一手，你把长弓拿了出来，又拔出一根箭矢。大树看得一愣一愣的，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。就在这时，又有一只兔子探头探脑的过来，离蘑菇还有10几米远。大树赶紧拉了拉你，示意你准备跟他冲过去。你没有理他，而是弯弓搭箭，嗖的一下，直接一箭就射穿了兔子的脖子。大树一脸懵的看着你的弓箭，你笑着把长弓递给他，又给了他一支箭，手把手的教他拉弓，对着地上的兔子又射了一箭，嗖的一下，长箭有半截都扎了进去。树部落的人顿时一阵惊呼，对这种神奇的武器很是好奇。看着大树把弓箭拿在手里爱不释手的样子，你送了他一支羽箭，作为2人友好的象征。接下来的狩猎变成了你一个人的表演，半个晚上的时间就射杀了10几只兔子，这个数量是他们不敢想象的，平时一天能捉到3、4只就已经很不错了。同时也让树部落的人暗暗猜测着你部落的强大。回去后按照你的要求，这次收获的猎物兔皮归你，肉归树部落，他们自然没有任何意见。现在只要多在这里待一阵子，绝对能够攒够自己部落用的兽皮，你这次出来的目的也就达到了。但是你想走得更远一点，好好探索一下这个世界，而且你对树长老说的那种动物很感兴趣，没准活捉几只回去拉车也不错。次日天亮，你补充了食物和火种。
种便和大树告别，顺便让他帮你抓一些活的兔子，每天就喂一些草和蘑菇，到时候你回来用其他猎物和他交换。他很不希望你离开，毕竟要是有你留在这里，这个冬天他们肯定能更好归隐。但他知道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告别了树部落，你一边走一边砍一些树枝插在地上做标记，整整走了2天，终于走出了这片黑暗的森林，前方顿时豁然开朗，眼前是一片辽阔的大草原，只能看到零星的一些树木，地面上也出现了一些食草动物的脚印。你取出弓箭，小心地向前摸索，很快，眼前的一幕就让你高兴地笑出声来。只见一群和家驴差不多大的蓝马羚正低着头悠闲地吃着草，这要是弄回去当驴使唤也没问题。你瞬间就起了活捉的念头。可是这蓝马羚一看就不是好惹的主，光看它头上那一对尖角就知道，要是贸然走过去，这10多只全都一起对过来，那可就要整个部落一起吃席了。仔细观察，你发现现在这个季节是动物的发情期，而这一群蓝马羚里只有1只成年公羚，其他的则是8只母羚和8只幼羚。看到这里，你心里立刻有了主意，只要用对付恐鸟的办法先控制住那只公羚，其他的肯定自己就会跟上来。随即小心地往后退到安全的地方，开始制作投石索。不多时，你便带着投石索再次摸了上来，悄悄地藏在一棵灌木后，伺机而动。很快就找到一个好机会，只见那只雄马羚正骑着母马羚快乐地吟唱。你快速地挥动着投石索，螺旋桨一样的投石索朝着那一公一母飞去，瞬间缠绕在2只蓝马羚的后腿上。那一公一母浑身猛地一哆嗦，扑通一声倒在地上，不断嚎叫。紧接着，你手里甩动着一个绳圈，像西部牛仔一样飞快地将绳圈抛出，稳稳地套在2个挨在一起的母马羚脚上。蓝马羚群瞬间骚动了起来，开始互相乱窜。没过一会儿，就有几只蓝马羚被牢牢地缠在一起，一边嚎叫一边挣扎。剩下的2只母马羚一看这情况，带着8只小马羚撒腿就跑。你无语地看着10只马羚逃跑，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只好将剩下的这些蓝马羚全部用绳子把腿绑上。想要彻底收服野生动物是很困难的，对于蓝马羚这种生性好斗的物种，首先就要先摧毁它的自尊心。于是你用石斧把它们引以为傲的脚全部砸断，又用烧红的火炭把断脚的截面烫死，使其不再生长。7只马羚从一开始的剧烈挣扎，直接变成了萎靡不振的鹌鹑。最后你找来绳子将公马羚绑在第一个领头，其余的则全部串联在一起。等到做完这些，天已经快黑了。你牵着它们来到一条小溪边，炖了锅兔肉干解决晚餐。小溪的东北方向有一座彩色的石山，在夕阳的照耀下反射出姹紫嫣红的缤纷色彩。仅从颜色来看的话，你判断那是一个多种矿物共生的带状矿脉。这个发现让你惊喜不已，你很想过去看看，但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，也只能暂时压抑自己的冲动。次日天才蒙蒙亮，你就被一阵叫声吵醒，眼前的情景让你激动的差点跳起来。只见你绑着蓝马羚的那片小树林里，昨天逃跑的那2只母马羚带着8只幼羚又回来了，而且不知道又从哪拐来了1只成年的公马羚。你悄悄地隐藏到了灌木丛后面，故技重施。一顿操作以后，你的马羚队伍由原来的7只变成了18只。此时天已经大亮，你心情大好的骑着公马羚往八宝山而去。这里确实是遍地宝贝。经过一番仔细观察，你发现这居然是一座副铜矿，其他的颜色则是铜矿的半生矿。有了这些矿石，制作青铜器也变得不那么遥远了。而那些半生矿也有用处，橙色的是鸡冠石，也就是雄黄，可以当做药材，外用可以治蛇虫咬伤，也可以内服治疗体内寄生虫。白色的是观音土，可以用来制作熔铁的干锅。红色的大土堆虽然只是一些白蚁穴，但是里面的风化土是极好的烧陶材料。所幸八宝山到自己部落步行也就3天的路程，如果用蓝马羚拉车的话还能快上许多，只要回去先架个桥就好了。做好了今后的打算，你也有时间好好欣赏一下周围的景色。八宝山的东面水系发达，是一望无际的湿地沼泽，山脚下水草肥美，是动植物栖息的天堂。膝盖高的黑麦草，齐腰高的苜蓿，长得像树一样高的甜橡草，这些都是各种食草动物的最爱。部落山洞前的空地正好用来种这些牧草，自己的养兔大业，还有这些即将成为苦力的蓝马羚，可都只是靠它们养活。还有宽叶水韭和水芹，弄点回去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下维生素。半个下午的时间，你收集到了1袋子草籽，将其绑在一头母马羚的背上，便开始寻找自己的晚餐。很快，一只翼展足有5米的远古巨鹅被你嗖2箭从空中射了下来，凡是能做箭的羽毛都被你拔了个干净。你打算把它整个给烤了，补充一下背篓里已经见底的兔肉干。可就在你蹲在水岸边宰鹅的时候，一个不经意的发现让你激动的差点流下泪来。你居然在它的胃里发现了还没来得及消化的稻谷，而且这种米你根本就没见过，每一粒都比绿豆还要大一些。这是你在这个世界发现的第一种粮食作物。你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找到它。夜里你没有休息，找了些树枝，开始紧张的制作深入沼泽的装备，必须抢在那些动物之前收获那些稻谷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你拎着简易独木舟，找了一处水略深的地方，便向着沼泽湿地的深处划去。与此同时，暗黑森林里的大树正在带着族人捕捉雪兔。为了满足你和自己部落的需要，整个部落几乎不分昼夜的全族出动，只留下长老和6岁以下的孩子看家。为了增加产量，他甚至开始了暴力拆迁，找到兔子洞后直接开挖，不出来就用火烧用烟熏。这办法果然凑效，真让他抓到不少，还抓到了几窝刚出生不久的小兔子。可这种捕猎方式给自己的部落带来了灾祸。在这个季节，不管是什么部落都要储存食物，食人部落也不例外，而他们的食物就是活人。凡是落到他们手里，男人会被用来填饱肚子，女人则会留下来生孩子或者干活。就在你深入沼泽的这天，一个食人部落的狩猎队被大树他们烧兔子的火光吸引了。这支队伍全部由成年男性组成，人数足有40人，他们手里的武器全是石斧和木矛，可谓战力强大。特别是领头的2人，居然骑了2头还未成年的孔象。而树部落和他们相比，即使是全族男女老少加起来都没他们人多。面对这么强大的敌人，大树带着族人直接选择了跑路。
路，食人部落在后面紧追不舍。好在他熟悉地形，专门挑了不好走的路逃跑，敌人一时也追不上，可还是有人落到了后面。一个采蘑菇的小女孩因为害怕，跑路的时候被树根绊倒在地上，刚一起身就被飞来的一斧子砸中了后背，紧接着就被追上来的敌人一矛刺死。一群野蛮的食人族就哈哈笑地围上去开始喝血，大树牙齿咬得咯咯作响，可他并没有停下。他知道就算全族人一起上，也只有被他们鱼肉的份。因为那个死掉的小女孩，敌人的追击终于停滞了一下。大树赶紧回到部落和长老说了这件事，敌人太强大，根本打不过，只有迁移一条路可选。树长老最后做了决定，让大树带着族人向黑森林的东面去寻找你。毕竟从你的武器就可以看出，你的部落一定很强大。而他自己则留下来拖住敌人，反正他也走不动了。大树忍住悲伤，重重的点了点头，匆匆的让人收拾好所有东西，就向东出发了。其实他的心里也没有底，你已经走了好几天了，现在在哪里，究竟是否还活着，这些他全都不知道。可是现在不走就只能等死，他已经没有了选择。没过多久，后面的敌人就找到了他们的部落，那个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树屋，此时已经化为了一片火海。火是树长老点的，就盼着烧死几个闯入他们部落的敌人，为大家争取一点时间。经过这场变故，本来就只有32个人的树部落，现在只剩下了30人。一行人垂头丧气，马不停蹄地向黑森林东面赶路。本来大树对找到你还不抱什么希望，可当他看到一路上斜插在地上的新鲜树枝，立马又有了信心。只用了1天半的时间就到了黑森林的外围，刚出来的时候已经到了傍晚，天空在夕阳的映照下变成了绯红色。树部落的族人立刻被眼前的情景吸引住，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。可大树却一直皱着眉头，你留的记号到这里就断了。他不知道应该上哪去找。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忽然注意到小溪边有生火的痕迹，走近一看，软泥地上还有不少动物的脚印，其中就有你那种奇怪靴子的痕迹。大树顿时松了一口气，他知道你一定就在这附近，于是就让所有族人在这里先过一晚再说。而就在大树带着族人开始逃命的时候，你正在沼泽深处仔细的四处寻找。要从密密麻麻的芦苇中找到稻谷并不容易。突然你眼睛一亮，想到了什么？水鸟都喜欢吃这种稻谷，那自己只需要在水鸟聚集的地方寻找就行了。想到这里，你立马行动，一边划独木舟，一边用木棍在水面使劲拍打。突然不远处的芦苇丛中哗啦啦的飞起一片水鸟，顺着水鸟惊起的方向快速的划过去。随着距离越来越近，一小片挂着穗子的稻谷慢慢出现在眼前，你双目骤然爆发出光芒，心里不由得一喜，这就是自己要找的野生稻。当即更加卖力的向着那片浅水滩涂划去。可就在你的小船要到达目的地时，身后突然响起一阵人类的喊声。顺着声音回头看去，只见几个光着身子的原始人正抱着几根浮木飘在水面上，一边冲着你挥手，一边不停的大叫，模样很是着急。这些人正是生活在这片沼泽地里的林部落。这个部落的人口只有50多人，此时他们正在采集他们过冬的储备粮菱角。突然看到一个同类坐着一个神奇的东西飘在水上，慢慢的向着长老口中的死亡境地飘去。出于一片好心，林部落采集队的领头人灵草慌忙对着你叫喊，希望你不要继续向着那边去。可惜你听不懂他们的语言，只是一脸懵地看着他们。眼看着你没有任何反应，灵草赶紧向着你游去。就在你还在愣神的时候，灵草已经游到了你的船边，他用手指着那片长了很多水稻的芦苇丛不停叫喊，表情里有焦急还有恐惧。看到对方没有对自己不利，你也放下心来。不过看这个女人的表情，应该是在告诉你那里有危险，不能去。你打着手势比划了一个野兽的动作，嘴里模仿野兽叫了一声，随后又指指那片芦苇丛。灵草摇了摇头，指着你又指了指那片地，然后把手放在水面做了一个慢慢下沉的动作，表示过去会沉下去。你理解了灵草的意思，顿时松了一口气。对方的好心提醒你很感激，但你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，没有理由现在放弃。于是划着船桨义无反顾地朝着芦苇丛飘去。灵草立刻又对着你慌忙的大喊，可他却没有继续向前游过去。然而下一刻他就惊得目瞪口呆，只见你在脚底板上绑上2块板子一样的东西，然后抱着一面足有1人大的方形藤牌，就那么悠然地踏上了那块死亡境地，但却并没有沉下去。亲眼看到这一幕的所有人顿时一阵惊呼，他们还从没见到过能在死亡境地走动而不沉底的人。可看似轻松的你却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么轻松。芦苇下面全是稀泥，你的脚蹼踩在上面每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力才能把脚抬起来。费尽9牛2虎之力，你终于来到了那一小片稻谷前。这些稻谷每一颗都有2米左右的高度，每一株上面都挂着颗颗饱满的金黄稻穗。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蛇皮袋，你上去就是一通狂撸，直到将所有的水稻撸得一粒不剩才停下来，这才带着满满2大袋水稻重新回到小船上，美滋滋的准备划着小船回家，开启你的农耕时代。可没想到刚划出去没多远，就被林部落的族人围了起来。一群人看你木筏上装着沉甸甸的2个袋子，却还能飘在水面上，顿时就是眼前一亮。原来这个飘在水上的东西不仅能做人，还能装东西。几个聪明的人顿时就脑补出了他们划着这个小船采集菱角的场景。你看着眼前的这些人，顿时就有点生气，不过看他们的样子似乎并没有恶意，也就没有发作。灵草看出你隐隐有发怒的征兆，赶忙跟你一边比划一边问，能不能教他们做这种东西。看了看四周泡在水里的一圈人，皮肤都有些泡肿了，而且刚才还好心提醒过自己，于是便欣然答应了下来。你比划着让他们把每个人的浮木都聚集到一起排好，又弄来一些芦苇当做草绳，把这些浮木都绑到一起，然后就让灵草爬上去。果然灵草爬上去之后，木牌依然平稳地把它拖在水面上。灵草顿时变得很兴奋，赶紧招呼族人们上来一起尝试一下。可惜这个木牌只能坐下2个人，再上一个估计就要压翻了。没能上筏子的人都有些羡慕坐在上面的灵草，但是灵草却异常的高兴，因为他知道这种筏子制作起来很简单，而且这些材料在部落里还是很好弄。想到这里，灵草感激地看向你，热情地邀请你到林部落做客。可是你并没有答应。沼泽地的外面还有一群蓝马灵在等
等着自己呢。林草也没有强求，随手递给你一个鸡蛋大的巨无霸菱角当做信物，相约以后如果遇到困难可以拿着这个菱角到林部落来寻求帮助。你笑呵呵地收下菱角，马不停蹄地带着2袋稻种赶回了八宝山的山脚草原上。至此经过一整天的紧急抢收，你总共得到约60斤的谷粒，可你一颗也舍不得吃，只想赶紧把这些宝贝运回家，在明年春耕的时候种下。但是既然要种田，农具自然是少不了的，所以你还要再弄点铜矿和锡矿回去冶炼一些农具。就在大树出了黑森林的这天傍晚，你正在八宝山另一边的小草原上，一边吃着肥的流油的烤河狸，一边编着大筐，为第2天的挖矿工作做准备。可是八宝山西面的大树就惨了，他们跑路的时候没有带火种，这2天以来只是啃了些肉干，晚上的时候是又冷又饿，只能所有人挤在一起取暖。第2天天一亮，你神采奕奕地牵着蓝马铃向着八宝山的西面前进。而在八宝山西面山脚下的大树，此时正在给族人分发刚刚采集到的野果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几个族人兴奋地指着八宝山上大叫着，他们远远地看到光秃秃的石山上，一个少年正牵着一群4脚兽缓慢前进。你也听到了山下的叫嚷声，顺着声音望去，就看到了小溪旁的树部落，只是有点纳闷他们怎么来了。过了10多分钟，大树带着一群人爬到了山坡上，看到他们的模样，你不禁皱了皱眉，咋连小孩都一起过来了，而且浑身脏兮兮的。大树再次看到你，顿时惊为天人，他知道你是来找一种带脚的动物，可没想到还真让你抓着了，而且还都是活的。这显然不是食人部落那几个骑着孔象的人可以比拟的。此刻你在他心里仿佛就是神一般的存在。你看他们每人手里只是拿着一个野果子，明显是连肉都吃不上了，赶紧把没吃完的巨鹅还有烤河狸拿出来分给他们。大树蹲在火堆旁，一边吃着一边诉说这几天的经历，其他族人也七嘴八舌的连比划带说的补充。等到你听懂以后，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，这附近居然有食人族。突然一个可怕的念头出现在你的脑海里，既然食人族已经到了树部落，那离自己的部落还能有多远呢？想到这里，你当即就决定今天挖好所有的矿石，明天就直接赶回去。随即你看向大树，问他们接下来怎么打算。一听这话，整个树部落的人都低下了头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眼看着冬天就要到了，但自己的部落已经被一把火烧了，而且还有食人部落一路追赶，接下来他们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寻找安身之所。见状，你直接发出邀请，不然你们加入我的部落吧，我们储存的食物足够咱们一起吃一个冬天。闻言，大树眼睛顿时亮了，他完全相信你说的，光是眼前的这一群4脚兽就够大家吃一个冬天。树部落的其他族人也很想答应，他们见过你手里弓箭的厉害，有那样的武器根本不会缺少猎物，更不会被敌人欺负。于是他们全都目光灼灼地看着大树，希望自己的首领可以答应下来。大树本来也已经心动，不过他作为首领还是需要更加的谨慎。犹豫了一会儿，他还是问了出来，你邀请我们加入你的部落，你的首领会答应吗？听到这话，你顿时就笑了，这个你不用担心，因为我就是首领。闻言，大树一脸的不可置信，你一个小孩子居然是首领？不过稍微一想他就释然了，你的能力他是见识过的，你做过的事即使是换做一个成年人也未必能做到。想到这些，他当即也不再犹豫，果断地答应了下来。而你为了彻底打消他们的顾虑，直接将手里的长矛递给了大树，石斧给了一个叫木桶的男人，还有那采摘稻谷时编制的藤牌给了一个叫树桩的族人。你很清楚，只要自己愿意给他们武器，那他们肯定就能感受到你绝没有害他们的意思。果然几人接过武器后立马露出了笑脸，大树也把你之前交代要活捉的兔子拿了出来，大大小小足有30多只。见状，你顿时就抑制不住的兴奋，想起这兔子2个月生一窝的速度，以后族人再也不需要为兽皮发愁了。吃过早饭后，大树本以为你会马上出发的，可没想到你居然又在山上挖起了石头，于是问你要这些有什么用？有了这些石头，我就能做更好的武器，到时候就能打到1天吃3顿都吃不完的食物。大树整个人都懵了，这是他们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的生活。接着不用你教，他们全都自发的动手，也帮着挖了起来。有了这几十人的加入，挖掘的速度快了很多，到了中午的时候就已经把所有的大筐都装满了。这次主要弄了几样附铜的黄铜矿和锡矿，红色的白蚁穴和高岭土也装了不少，这是做干锅和浇筑模具用的。很快收拾好一切，你就带着几十人的队伍出发了。每只蓝马铃的背上都驮着2个或大或小的藤筐，装着矿石、草料、兔子还有种子。一路上你们走的速度并不快，你一边走一边教大树他们怎么使用你给他们的武器，一直走到晚上，你们找了一个宽阔的地方开始晚饭休息。前半夜还算安静，只有篝火燃烧的噼啪声，可到了后半夜的时候，躺在地上的你忽然感觉到了地面传来的震动，似有什么庞然大物在移动。你瞬间就想起了大树说的那种长鼻子怪兽，当即就连踢带拉的把所有人都叫起来，并且把所有的火全都熄灭。伴随着2声尖锐还略显稚嫩的象吼，2个庞大的身影突然出现在远方的火光中，紧接着就看见数十人手举着火把和武器，他们脖子上挂着人骨做成的骨饰。只见领头的骑象男子大手一挥，所有人都凶神恶煞地朝这边冲了过来。前世丰富的作战经验让你此刻出奇的冷静，当即就开始下达命令，让一个叫木屯的族人立刻带着队伍绕路向北方逃跑，而大树木桶和树桩则是跟着你殿后。虽然只有4人，但你根据双方的装备情况很快也制定了战术。对方有2个骑着孔象的男人领头，速度根本没有你们快，也不够灵活，而他们手上基本都是石斧、骨矛之类的投掷型武器，一般人撑死了最多也就能扔个50-60米，但你手上的弓箭100米内射击无防护目标还是可以的，所以只要拉开距离，你有信心可以在对方的射程外将他们全部干掉。此时的大树看着敌人骑象猛冲过来，有些紧张，拿着长矛的手都在微微发抖，可看着旁边的你竟是出奇的镇定，于是他一咬牙强迫自己镇定下来。你在心里默数着敌人的距离：200米、150米、100米，随即搭弓放箭，只听嗖的一声，一个冲在最前面的敌人瞬间倒在地上，这一箭直接透胸而过。看着自己同伴的后背上出现一根尖头木棍，周围的敌人都愣了一下，可
就这一愣神的功夫，嗖嗖又是2剑，又是2个人应声倒地。这时骑象的队长发现了远处的你，他大吼一声招呼族人冲上去，先扔一轮石斧再说。见状，你立刻拉着大树直接藏在了一棵树后，牧童也是有样学样的藏了起来，而树桩却是一个弓步侧身，把藤牌挡在了身后。只听噗噗噗一阵闷响，几把石斧和一根骨矛直接砸在了盾牌上。所幸这盾牌是粗藤编的，树桩并没有受伤，可是照这个砸法，估计也坚持不了几下。藏在树后的牧童看到落了一地的石斧，当即他就捡起2把石斧又扔了过去。密集的冲锋阵型中，瞬间有2人被砸中倒地。大树身为曾经的树首领，自然也不甘示弱，捡起骨矛也反扔了回去。一个敌人当场就被斜定在地上，眼看是死的不能再死了，你立刻招呼几人快跑，和他们拉开距离打。就这样循环往复，对方原本40个人的队伍，现在就只剩下7个人，其他的不是死了就是受伤了。这时你突然叫停了一路狂奔的几人，在和敌方相距80米左右的距离站着与他们对视。骑象的头看见你们不跑了，还有些纳闷，而自己这边只剩那么几个人，还都累得半死不活，顿时就气炸了，当即又冲了过来。你稳定了一下呼吸，立刻举弓准备，在他距离自己70米左右的时候放箭。这一箭直接射中了他的右眼，那个头啊的一声就掉下了象背，又被前进的孔象用后腿踩了一下，瞬间就死得不要不要的。而孔象也忽然感觉到自己好像踩到了什么软软的东西，猛猛的回头一看，顿时整个象都不好了，直接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旁边的一众小弟虽然也有些懵了，这老大咋突然就死了？不过向前冲锋的动作却没有停下，你立马发出反击的命令，3把头矛和1支箭顷刻间就飞了过去，敌方的3人瞬间应声倒地，这下还活着的就只剩下3个，他们吓得赶紧掉头逃跑。其中骑象的那人还控制着孔象掉头，后来觉得太慢，直接从象背上跳了下来。你马上又是一箭，结果他还没落地就被一箭穿过胸口，向后跑了没几步就直接扑倒在地。大树3人也从你后面冲了过去，3把石斧挂着风声飞了出去，把最后剩下的2个敌人也解决了。至此，这场丛林追逐游击战终于落下了帷幕。大树3人不敢相信，自己这边仅凭4个人居然就解决了40人的队伍，还有那2头幼年的孔象。此时因为失去了操控的人，全都傻愣愣的站在原地。你立刻下了新命令，树桩在原地等候，牧童去把族人们都找回来，大树则是和你一起去将那些没杀死的人彻底杀死。3人哦了一声，立马分头行动。你将羽箭重新找回来，完好的骨矛和石斧也被收集起来。可不料那2头没人管的孔象居然一直跟在你的后面，还不时的用鼻子轻轻的捅你后背，看样子是要粘上你了。你急忙把他的鼻子扒拉开，不要跟着我，我可养不起你，毕竟这可是真正的孔象，成年以后体重能达到15吨左右的巨兽，这样的存在一天得吃多少东西？就在这时，大树皱着眉头告诉你，这一路上只有36具尸体，比起原来的40个还少了4个。你顿时有种不好的感觉，不过那么大的黑树林现在也没法再找了，只能就此作罢。到了天亮的时候，树桩和牧童才把大部队带回来。等大家都坐下来吃饭的时候，你让大树把缴获的10矛石斧都发给大家。现在除了小孩，每人都有了防身的武器。蓝马林和兔子还是吃自带的牧草，可是现在居然来了2个陌生的大家伙蹭饭，眼看着还能吃2顿的草料，一下就没了。你顿时觉得一阵头大，扬起拳头就要赶走这2个家伙。不料刚刚举起拳头，其中一头孔象就用委屈巴巴的眼神看着你，眼看就要掉下泪来，而另一头孔象居然用鼻子卷了一把草，直接递到你的面前，看那意思好似在说，这好吃的分你一点，你不要赶我们走。见状，你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，无奈的把草接过来又塞到他嘴里，接着又抱了2捆草留给他们慢慢吃，随即招呼大家赶紧收拾东西出发。等走出很远，你看见2头孔象还在继续吃草，不由得松了一口气，总算甩掉了。由于树部落的人一直生活在黑森林中，他们不知道外面阳光下的景色竟如此美好，一路上树部落的人都很兴奋，期间不断惊起一些在地上觅食的雉鸡，你抬手就是一箭，一直走到傍晚的时候，竟也有不小的收获。而此时小去病正在河边跟着妈妈收工，他不时地向北边看一眼，妈妈说过首领就是从那边走的，自从你走了之后，他每天都跟着妈妈来河边捕鱼，就是为了在这里等你。突然他看到远处的树林里有几个人影，眼尖的小去病一眼就认出走在最前面的就是自己部落的首领，他立马跳起来高兴地大喊，妈妈，首领回来了。你听到远处的动静也高兴地挥着手大喊了一声。就在这时，2声嘹亮的象吼从河对岸传了过来，把一众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。听到这声音，你的心里顿时有1万头草泥马在奔腾，没想到走了那么远还是没能甩掉那2头孔象。你在心里默念着，千万别过来，千万别过来，可是怕什么就偏偏来什么。只听扑通扑通2声，孔象都跳到了河里，不到半分钟就那么水灵灵地站在了你的面前。不曾想2头家伙不讲武德，刚来到你身边就用鼻子里刚吸的水把你喷成了落汤鸡，那意思不言而喻，谁叫你丢下他们的？你无奈地抹了一把脸上的水，既然想吃我家的饭，以后就要给我干活，老子可不会白养你们。闻言，那2头孔象用鼻子拍了拍你的脑袋，也不知道是个啥意思。捕鱼队的女人看到2个巨兽全都吓了一跳，不过看他们似乎和你很熟的样子，立马又变得一脸崇拜，首领真是厉害啊，连那么大的怪兽都能制服。去病第一时间跑了过来，亲昵地抱着你的大腿，丝毫不害怕旁边的巨兽。你告诉他们新来的人都是新加入的族人，然后就带着这些人一起回了山洞。小去病被放在孔象的背上，一路上威风凛凛，途中原树部落的族人和捕鱼队的人都在互相打量着，捕鱼队的目光基本都在那18只蓝马铃上，大树他们则是在观察汉部落的女人，看他们的发型皮靴，还有筐里的鱼肉和每人1根的白杆长毛。这白杆长毛可是大树最喜欢的，他们居然每人都有1根，着实让大树羡慕了一把。一想到自己现在也加入了汉部落，隐隐都有一点小激动。此时你带着树部落的人回到汉部落，看见你回来，汉部落的人立马齐声高呼了一声首领，树部落的人顿时被声音吸引了注意。等到他们看到眼前的景象，全都呆住了。
只见遍地都摆放着漂亮的坛子和罐子，山洞口放着数不清的鱼，还有一头浑身被插了10几个洞的碗齿猪，看样子足有1000多斤重。你见状也很是欣慰，看来狩猎队已经能灵活使用长矛了。大树对汉部落的实力有了大概的了解，终于彻底相信了在这确实不用再饿肚子。小孩子们站在旁边的一个草山上，正在和新来的4脚兽们对峙，那些是他们这些日子拔的草，看这草堆的大小，应该够蓝马林和这2头孔象吃一冬天的。你急忙告诉大家，这些4脚兽都是自己驯化的，以后可以帮着大家干活。不远处的一处空地已经堆起了很大一堆红砖，瘸子给你汇报，他每天都能烧4窑，而且他还给孩子们做了一种工具，说着就自豪地拿出来让你看。看到瘸子拿出的工具，你直接被惊得目瞪口呆，居然是一把木质的简易钉耙，这家伙竟然还有当发明家的潜质。你夸奖了瘸子几句，然后交代他明天可以不用烧砖了，再烧一批陶器出来给新来的族人使用。说到陶器，旁边的长老表示也有话说，前几天西边的谢顶部落又来交易了一次陶器，这次他们支付了很多的闲食，足够汉部落吃很长时间。视察完所有的工作，你就给这次带回的动物做了安排。兔子被安排进了山洞的角落，用一些石头和黄泥垒了一个圈，暂时先让他们在这里过冬。30多只兔子里面有3只兔子是已经怀孕的，刚放到兔圈不久就开始咬自己的毛做窝。其他的兔子虽然才1、2个月，但是也有哈密瓜大小，到了明年开春，它们就会成为新的生育机器。孔象宝宝不用管，在那堆草山旁边怎么都赶不走。蓝马林都被绑在离洞口不远的一棵树上，等明天再安排人给他们搭草棚。弄完这些，晚饭也做得差不多了。饭前你特意举行了迎新仪式，对于树发树部落的人并不抵触，反而觉得树发确实显得比较精神，比披头散发的样子好看多了。今天猎到了1头巨猪，晚上的猪血自然是少不了的，加上野菜足足炖了好几大锅，还有你今天射到的野鸡做成了1锅板栗炖鸡，以及10几条新鲜的烤鱼，每人还有一个酸甜的水果。一顿丰盛的晚餐瞬间拉近了新老族人的距离，大家有说有笑，吃得很开心。饭后你交代部落里的老人帮新人做皮屑，让新人一起学着做，而你则拿着一根烧黑的木炭，在山洞的岩壁上一边思考一边写画画。岩壁上画的是一幅山洞外面的地形草图，有山洞，有小河，有丛林，还有一些本来没有的东西。你此时正想着山洞前的空地该怎样规划。这块地足有将近3600亩，要是都种上水稻，估计全部落的人吃到死都吃不完。当然全种上水稻是不可能的，要知道现在这片地方全是旱地，而水稻必须种在水田里才行。光是把这些旱地改造成水田就是一个大工程。再就是居住问题，加上新加入的和这段时间刚出生的族人，汉部落的人口已经有97个。现在的山洞已经渐渐的无法满足居住的条件了，所以将来还要在这片地上盖房子。住宅区、水稻田、蔬菜区、养殖场、仓库、草场、青铜冶炼区、木材加工厂，那么多设施都要放在这块地上，必须好好规划才行。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改造水田的事情。简单的计划是在空地中间修建一个正方形小城，把住宅区和养殖场、仓库和金属冶炼区，还有木材加工厂全放在这个小城里。全城预计最少提供5000人的居住条件，可以用几年的时间来分期完成。再围绕这个小城挖掘护城河，挖出来的土可以和土砖一起筑成城墙，可以预防一些巨型猛兽和外族人的袭击。然后以护城河为中心挖一条人工河，把东边那条8、9米宽的小河引过来，再挖几条回路让护城河的水流回小河里，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水网。沿着这个水网再挖一些小渠，就可以灌溉整个地块。预设护城河与人工河的宽度为4米，东边那条小河有8、9米宽，水的流量不变，但是河道狭窄了一半，所以人工河的水流速度会增加1倍以上，这样就方便安装一些水车一类的水利设施。具体计划是以山洞为中心线，两边各取200米为小城选址。为了不耽误明年的春耕，第一期工程就是挖通小河到护城河的水路，仔细计算约有700米左右。挖出的土方直接烧制成砖，为后续的建成做准备。第2期工程就是护城河的挖掘工作，不过这个事情就不着急了，反正山洞现在还住得下。第3期就是夯筑城墙，城墙预设为底宽4米、顶宽2米、高5米的梯形，4道城门每面一个，再加上外面4米宽的护城河，在这个时代是绝对没有人能攻进来的。第4期工程就是700米长的回水河，挖出来的土可以烧成小砖，用来建造城里的房屋和各种设施。整个工程预计最慢3年之内建成，不然你就怕到时候山洞里住不下人了。第2天早上，等到所有族人出来后，你就开始安排工作。今天事情很多，采集食物的工作被全面停止了，新来的族人还没有逃完，因此瘸子被安排继续烧制陶器，孩子们继续打草，而且要按照你的示范把草打成捆，便于储藏和搬运。大嘴猴子、大毛、二毛4人去后山，把10人树的小树苗全都砍回来做成长矛。女人们被分成了2队，一队人多的去你当初去的那个山谷采集剑马，木屯牵着6匹蓝马铃，驮着几个大筐负责运输。另外一组人少的采集队去丛林刮白蜡树的树皮，那上面有白蜡虫的分泌物，是制蜡的绝佳材料。你准备用虫蜡来做浇筑青铜的模具。剩下的男人全都被你安排去砍树，先砍一些和腿差不多粗的树干留作搭建触棚，树枝全都劈成柴，你要用来制成木炭。要炼铜的话，这些越多越好。运输的问题则还是交给蓝马铃，拉不动就去找孔象宝宝帮忙。族人们对这些安排很不理解，他们觉得秋天就应该储存食物才对，但是你却告诉他们，现在储存的食物吃到明年开春都吃不完了，尤其是鱼，这段时间捞上来的有很多肚子里都带着鱼籽，如果一直这样捕捞，这条河的鱼群数量肯定会受到影响，所以还是要让这些鱼有休养生息的时间。等族人全都出去干活，你自己也开始忙活起来。先是用现有的木柴制成一些木炭，然后又用带回来的高岭土和蚁穴土制成几个干锅和勺子，用来提纯和制作合金，再用混合的耐火粘土制作方形模具，这样就能浇筑成像巧克力
力板一样的铜板和锡板，到时候根据需要调节铜锡比例，制作不同用处的工具。等到木炭和模具都制作完成，你才开始做冶炼炉，普通粘土加上一些陶器碎渣，再掺一些碎草合成泥巴，垒成直径40多公分的圆柱形土炉。这样的炉子你整了4个，到时候可以一起开火，能省下不少时间。接着用蟒蛇皮做了几个简易的皮囊鼓风机。瘸子不知道你在搞什么，但是他心里也比较期待这次你会弄出什么新东西。等到你的所有准备工作做完，这个世界上第一套最原始的冶炼设备也完工了，只等着明天木炭烧好，炉子晾干就可以开工了。大嘴和猴子他们弄了一天，又弄来几百根可以做长矛的白杆，但是那些砍树的成年人就惨了，累死累活一天只砍了不到10棵杉树，砍树的石斧也崩坏了3个。但是你告诉他们明天还要继续，不过谁干得好就给谁换新装备。众人都有些摸不着头脑，石斧已经是他们见过最好的工具了，还能有什么东西能比石斧更好用？心里越加期待。晚饭之后，大家又开始了饭后娱乐时间，而你就在火塘边上开始熬蜡，待其凝固后，再用骨刀切削成不同工具的模样，然后用粘土把这些蜡块模型紧密包起来，只留出一个小口。等粘土完全干了之后，放在火上加热，再把里面的融化的蜡液倒出来，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中空的粘土铸模。而铸模内壁上残留的一层薄薄的蜡，到时候浇铸完成也好脱模，虽然麻烦一点，但是比较精准，也不会浪费材料。倒出来的蜡液也可以重新凝聚成大块，重复使用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族人们把蓝马铃都牵走了，在你不懈努力的理念灌输下，终于让他们明白野兽不仅可以用来吃，还可以帮人类干活。大嘴4人都留了下来，他们今天的任务是给你操作鼓风机。瘸子昨天的陶器也烧好了，今天专门给你打下手。瘸子很聪明，所以你打算把炼铜的方法教给他。这种活以后不可能都让你一个人干，还是找个学徒比较好。你来到了4个炉子前，先是一起点了2个。大毛、2毛按压鼓风机，大嘴和猴子装炭和碎铜矿。在鼓风机的作用下，火苗从炉口窜出好高。没过一会，炉膛里的矿石就开始慢慢融化，铜水顺着空隙流到炉膛下面聚集在一起，变成一坨掺了矿渣的铜疙瘩。旁边同时开工的还有锡矿，那个更快，猛火下几分钟就已经融化。你用树枝从炉膛下面的灰烬里扒拉出来2块掺了很多杂质的金属，随后继续反复操作，大概3-4个小时左右，终于攒了一堆不纯的金银疙瘩。再点了剩下2个炉子，等温度升高后，把粗铜和杂锡分别放在2个干锅里，待铜和锡都融化成液态，然后用粘土勺子把表层的杂质撇掉，接着用事先准备好的陶棍把纯净铜液端出来，倒进格子形的粘土模具中静置降温。锡液也是一样的操作。瘸子和4个小伙伴都在看着金属液体慢慢凝固，他们不了解这其中的原理，所以显得很吃惊。一直等到了铜板和锡板不再烫手的时候，你迫不及待地把金属板都倒了出来。此时正值中午，金属板在阳光的照射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，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看着金属板，他们从来就没见过那么漂亮还能闪闪发光的东西，连正在玩耍的去病都被吸引了过来，摸摸这个看看那个。首领，这是什么？你揉了揉他的脑袋，这个叫铜，这个叫锡，你在这看着我去拿东西过来。去病点点头，和瘸子他们小声念叨着铜锡这2个字，而你则是搬了一堆工具铸模过来，马上开始青铜的浇铸工作，将铜块和锡块按比例放进一个新的干锅，等融化成液体之后，用陶棒搅拌均匀，然后就可以浇铸了。第一锅浇铸的是斧头和锤子，滚烫的合金溶液浇进模具里，一股白烟立刻从铸模预留的孔洞冒出来。等到温度稍微降低，你迫不及待地用石头砸开了铸模，粘土碎块中一个闪耀着淡金色光芒的大斧头就静静地躺在里面。斧头比消防斧的斧头还略大一点。打磨斧刃的工作交给瘸子完成，你则开始准备其他工具的浇铸，尺子和板锯、刻刀和凿子、刨刀和手工钻，还有4棱形枪头。等傍晚族人们都回来的时候，所有的工作都停了。金色的大斧头锋刃磨得霍霍生辉，插上斧柄，这个世界的第一把青铜斧头就完成了。还有2个装上了木柄的板锯，单人和双人的各一把。大树他们看到金光闪闪的大斧子，立刻就围了过来，他们眼睛都快粘在上面了。还有这个呢？你笑了笑，又拿出一个百杆金头的长枪，族人们看的眼都直了，这还是长矛吗？这也太漂亮了，尤其是兽牙和独耳，看到这杆金头的长枪，口水都要流了下来。首领，还有我们的吗？族人迫不及待地问了起来。你笑着拿出一块黄铜矿递给大树，就是用这种石头做的，只不过现在已经没有这种石头了。原树部落的人都惊呆了，他们是跟着挖过这种石头的，没想到做出来的武器这么漂亮。木臀最老实也最直接，没有了那我们再去挖就好了，我们知道在哪。你点点头，告诉他们这样挖效率太低了，得要先做一些东西，等过了这个冬天就可以挖回来很多，到时候每个人都能有一把这样的长枪。接着你又教他们使用板锯和手锯，2个人拉的板锯搭在原木的末端来回拉扯，没用多久就锯下来一个圆形的木片，又用单手使用的手锯来清理树枝，手腕粗的侧枝不到1分钟就锯了下来。1米来长的大斧子用起来也很顺手，抡起来能用上全身的力气，如果让汉部落的大力使用，人腿粗的大树砍不了几下就能砍倒。等众人都学会了怎么使用这些工具，你就让他们去吃饭休息了。饭后族人凑在一起听瘸子讲述炼铜的事情，你则是开始制定各种计量单位，只要有了计量单位，以后就能慢慢发展文明。剑麻现在也全都采集回来了，女人们现在正专心编织绳子，小孩子们都趴在兔子圈外面，正看着里面的兔子生兔宝宝。3只怀孕的大兔子都生了，每一窝居然都有6-7个，30多只的兔子群将近翻了1倍。瘸子有了很长时间的捏陶经验，现在帮你雕刻蜡模倒是也能胜任。源头的铜产不管是挖河还是种地都能用得到，有你给的样板在那里摆着，瘸子依葫芦画瓢还是没问题的。而你忙完自己的事后，现在开始研究最关键的东西，那就是犁。你准备做2种大小的，大的给孔象用，小的给马铃用，到时候耕地和挖河都用得上。次日，女人们一部分在搓马绳，一部分在清理地面，为搭建畜棚做准备。炼
变同的是，现在有瘸子和4个小伙伴就够了。他们5个人现在不停地浇筑铜板、锡板，遇到不清楚的就过来问你。等到女人们清理完毕后，你便带着他们搭建出来，将砍回来的树截取4米的长度作为立柱，每隔2米的距离就插上一根，围成一个长方形的圈，空隙处绑上2根横木固定，然后用树枝来编制篱笆固定在木头围栏上，最后抹上一层泥巴就算完活了。畜栏里面有一个棚高4米的木头棚子，那是孔象宝宝的小家。等全部建好后，外面堆积的草山也全部打成捆码放在圈里，防止被别的动物或者是人破坏。汉部落的族人们各司其职，忙得热火朝天。殊不知此时的谢顶部落已经打起了汉部落的主意。这段时间谢顶一直有个烦心事，随着天气日渐寒冷，自己部落赖以生存的山泉水即将断流，到时候他们只能到3公里外的小河去打水，那就需要大量的容器来储水。所以上次他亲自来跟汉部落交易，就是为了能多换一些陶器，可惜他并没能如愿以偿，于是他就起了强取豪夺的打算。以谢顶的想法，汉部落的成年男人只有不到10人，而他们却有15个。况且上次从汉部落离开以后，他还自制了带石头尖的长矛，他认为打赢你们并且抢走你们的陶器和食物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这天上午，谢顶带着部落里的所有成年男性，每人拿着几杆长矛，浩浩荡荡地向汉部落进发，准备一举击垮你们的狩猎队，然后再去你们的居住地里大肆掠夺一番。此时在山脊处的针叶林中，大树和兽牙他们还在砍树。今天他们干活很快，3把大斧子还有2把长锯，基本半个小时就能获得一根干净的原木，而且这还只是一组的速度。砍树的队伍一共10个人分成了3组，所以基本上每半小时就能同时干倒3棵树，剩下的1个人则是负责运输的木屯。现在他正牵着马铃在砍树堆附近吃草。就在这时，从山谷对面的那座山上突然跑来一群人，而且每人手里还拿着一根长矛。木屯马上就冲山脊上大喊一声，然后拉着蓝马铃往回跑。听到喊声，大家立刻就停下了手里的活，抄起武器就准备战斗。谢顶带着人在后面紧追不舍，一直到了山脊处，伴随着几道嗖嗖的破风声，最后面的2匹马铃被长矛射中，顿时惨叫一声倒在地上。而和他们绑在一起的另外4匹还在狂奔，拖着2个同伴的尸体一路向汉部落的草山跑去。汉部落众人见状，纷纷从腰后抽出一把石斧丢了出去，只听嗖嗖几声，敌方瞬间就有3个人倒地不起，还有2人受了伤，只剩下10人还在继续前进。谢顶彻底生气了，他立刻就下达了再次投矛的命令，但大树他们藏到了树后面，所有的长矛全都斜斜地插在了地上。见状，独尔他们再次从树后闪现，9支白杆长矛齐齐出手，谢顶的部落瞬间又倒下了4人，其他的人见状都害怕地躲在了树后，独尔他们也再次藏到树后，等待着敌人的再次进攻，可是却迟迟没有听到声音。他们不知道此时的谢顶已经被吓破了胆，面前的敌人太可怕了，而且他发现汉部落的人比自己预想的要多，但自己这边现在就剩下8个人，其中还有2个是伤员，继续打肯定是不可能了。他当即就带着剩下的人往溶洞逃去。与此同时，小巨并正拉着你来到2只孔象面前，想要你为他们取名字，稍大的你给他取名为灰山，稍小的叫肉包。你刚想说些什么，灰山看着西边，突然仰头吼了一声，猝不及防的小巨并顿时被吓了一跳。你立刻顺着方向往西边看去，只见4匹蓝马铃拖着2具同伴的尸体一路向着自己这里跑来，2具马铃的尸体上还插着好几杆长矛，而后面却不见伐木队的人跟着。你顿时心里一惊，急忙招呼所有族人藏进山洞里，自己没回来都不许出来。等到安排好一切，你拿着弓箭和金头长枪便骑着灰山往西边而去。肉包见状也立马跟了上来，顺着地上蓝马铃的血迹，灰山驮着你一路狂奔。没过一会儿就进了丛林，前方突然出现一群人，领头的几个扛着金斧，赫然就是大树他们。你顿时一愣，怎么所有人都在这里，而且也不见有人受伤？兽牙立刻带着狩猎队来到你的身边，将刚才的情况全部说给你听。听了他的讲述，你不禁有点纳闷，谢顶他们为什么要攻击自己的部落？不过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只要敢伤害自己的族人，就必须得付出代价，哪怕死的是马铃也不行。当即你长枪一挥，带着砍树队的几人往谢顶部落杀去，一直到下午大约2点多，你们才到了谢顶的部落。可溶洞口的空地上居然1个人也没有，洞口也被一块巨石堵上了，不过还有一道不小的缝隙，几双眼睛正偷偷地看着外面。谢顶就是其中的一个，他最怕的就是对方会来报仇，没想到怕什么来什么，对方还真来了，而且还是这种阵容。领头的一人手持一杆霍霍生辉的金头长枪，胯下骑着一头比人还高的长鼻巨怪。此时的谢顶无比的悔恨，早知道对方那么强大，还打个锤子。你也注意到溶洞里面往外偷窥的几双眼睛，立即取下背后的长弓，弯弓搭箭。下一刻就听到啊的一声惨叫，谢顶被一箭射穿了眼睛。大力、石头、6指，你们去把石头推开。你指了指溶洞口的巨石，对着3人发号施令。他们立刻上前开始推巨石，可即使是3人一起发力，却并没有推动多少，反而还慢慢的又被顶了回来。特么的堵着门就没事了吗？你走到缝隙前再次搭箭，此时巨石后面几个成年男性正死命的顶着巨石，你嗖的又是一箭，这次门后的2人直接被贯穿，其他几个人见状直接吓跑了，再也不敢站在洞口。于是大力3人顺利的将石头推开，石头后面的还没有咽气的3具尸体也被压得血肉模糊，转眼间没了声息。溶洞门户洞开，里面泛着昏黄的火光，一群女人和孩子躲在一个草堆中瑟瑟发抖，剩下的5个成年男人，有3个拿着长矛挡在他们前面，还有2个之前受伤的在草堆里哀嚎。你拿着长枪走了进去，大树几人也拿着金斧紧随其后。那3个拿着石矛的家伙看着气势汹汹的众人，腿不停地打着哆嗦，嘴里哇啦哇啦的，似乎是在求饶。特么的有拿着武器求饶的吗？你一摆长枪，把3人手中的长矛全部打落在地。后面的一个伤员悄悄地拿起了一块石头，居然还想要反抗。你瞬间枪头向前一递，噗的一声直接把他的左胸穿了个窟窿。都给我跪下，反抗者死。
死！你双目一瞪，突然暴喝一声，所有人顿时吓得双腿一软，直接跪在了地上。大树，你去把他们储存的食物全都弄出来带走。随后你又将目光看向跪在地上的众人，是你们首领先攻击我们，所以你们不能怪我，要不是他，我也不会打你们。你的本意是想吞并了这群人，可为了使他们不心存怨恨，你直接把锅甩给了他们的首领。但是你显然高估了他们对部落的忠诚，他们才不管首领的死活，只在乎你要拿走他们的食物。一群女人看着大树带人搬走了他们储存的肉干，都着急的想哭了，连忙向你哀求。你淡淡的看着眼前的这些人，只要你们加入我的部落，就会有吃不完的食物，冬天也不会再有人被冻死。愿意加入我们的，现在就可以站到我的后面。话音刚落，就有几个人赶紧起身站到你的身后。慢慢的，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，没过一会儿，就只剩下一个伤势较重的男人还躺在那里。不过看他的样子，应该是活不了了。你不打算管他，带着这些新加入的族人出了溶洞，随即交代兽牙烧掉这个溶洞。自此以后，谢顶和他的部落从此化为乌有。回到汉部落后，新人的融合也很顺利。部落里有几个是之前从谢顶那里交易的族人，很快他们就打成一片。而你也没有骗他们，汉部落的食物储量确实很多，加上这次缴获的200人吃一冬天也没什么问题。只是山洞的人口承载能力已经达到了上限，好在冬天就要到了，挤挤更暖和。让这些人感到惊讶的是，汉部落居然养了野兽，尤其是肉包和灰山这样的巨怪，这让他们对汉部落的强大有了新的认识。现在他们为成为了汉部落的一员感到非常自豪。女人们这些天一直在搓绳子，山洞里已经足足堆放了几大捆。男人们继续砍树，树干留下来当建材，树枝用来当烧窑用的柴禾。你这些天也没闲着，把需要的木工工具一样一样做出来，然后又浇筑了50把青铜铲。有了挖土的工具，你的第一期引水人工和工程就必须开始了。你拿着一根女人们编制的超长麻绳作为尺子，先是在山洞正北方量出建成的位置，然后在城址的4个角上分别埋了一根原木作为标记，以此来找到最佳的河道位置。然后就是建砖窑了。挖河工程只要开始就会产生大量的泥土，所以你准备挖河和制砖坯同时进行，因为你打算烧制的是青砖，而青砖的烧制工艺里需要用到大量的水，所以为了取水方便，砖窑选址就定在小河边。瘸子前一段时间烧制了很多红砖，这些砖块正好用来建窑。圆柱形的砖窑动用了全部落所有的劳力，整整建了5天才完成，又花了一些时间做了一些砖模，准备工作才算完成。这时你耗费多天时间打造的距离也终于亮相了。宽2米的木架下面装了4个青铜距离，只要这玩意拉起来，一次就能翻耕2米宽的土地，深度更是达到了40厘米。至于启动这玩意的动力，当然就是肉包和灰山了。2架距离并排在一起，拉着距离向前走，直接把后面4米宽的河道全都翻了一遍。不到1个小时，俩货就把700米长的河道刨了40厘米的深度。见此，你简直是喜出望外。照这个速度下去，也许自己的建成计划就不用3年了。烧砖的工作你准备等到冬天再干，那时所有人都闲着没有事干，而且冬天烧砖窑会很暖和，是个幸福的工作。之前被耽搁的制砖工作，也因为有了小推车的不断加入，进度快了很多。一直到了开工的第18天，一条长698米、深4米的长沟出现在你面前。这时你叫停了挖河工作，剩下的2米等到需要引水的时候再挖开。族人们又回到正常的生活轨迹，男人们继续伐木，为以后的建设做储备，女人们则是又去采集食物。他们觉得食物是越多越好。30辆小推车的打造也完成了，为了将来能够大量开采铜矿，现在木桶和木屯正在你的指导下试制可以让马林拉的大车。他俩有了前2次的制造经验，你将4轮车的制造方案告诉他们，就让他们自己折腾，而你则是把时间花在耕地里的打造上。所有人都有序地忙着自己的工作。这天早晨，当你出了山洞的时候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白茫茫的一片，等待已久的冬天终于来了。鹅毛般的雪花一直不停地下着，天阴沉沉的，也不知道要下到什么时候。男人们的伐木工作停止了，全都窝在山洞里，女人们也不闹腾着去采集食物了。这样的天气烧砖肯定是不行了，只有等到雪停了再说。于是你就开始了蓄谋已久的计划，普及普通话和文字。其实现在汉部落的族人已经掌握了一些词汇，尤其是去病，一些简单的话他现在已经能说了，这样的话就简单多了。你只需要再教大家一些必要的词汇，再把这些连起来使用就行了。至于汉字，现在教他们学简体字不太现实，和象形文字最接近的隶书则更容易被接受。会不会写没那么重要，主要是一定要认识。为了提高大家学习的积极性，你规定每天晚饭前会检查1次功课，念不出来的晚饭减半，学得好的也有奖励。这一招果然凑效，所有的族人全都热情高涨，尤其是小孩子们，下课的时候还会自发的几个围在一起练习。几天后雪终于停了，烧砖的计划也正式启动。你亲自示范2窑之后，就交给族人们去干了。他们倒也不需要每天都干活，基本就装窑和盛砖出窑的时候，其余则是烧制和冷却的时间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着，每天学汉语和汉字，隔几天搬1次砖，平凡而又充实。大家不忙的时候就做一些饰品装饰自己，其中以男人居多，什么骨头项链、羽毛什么玩意儿的可劲往身上招呼。你不明所以，后来还是长老告诉你，为了防止近亲交合导致人种退化，很多部落都会在开春的时候聚到一起举行相亲会。女方如果看男方顺眼，就会跟着去男方的部落，而这个顺眼的标准就是看你够不够强壮，部落的实力怎么样，还有食物多不多。这点从男方身上的骨饰就可以观察出来。如果你带着一根特别长的大腿骨当武器，那你的部落肯定就具有猎杀大型猛兽的实力，自然也代表你的部落不会缺少食物。这话也给了你一些启发，自己身上似乎也缺少一点什么东西。那些古式项链你自然是看不上的。思来想去，你决定把发箍这种饰品搞出来。发箍的材料多为金银玉石或者皮革，只要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材质就可以。自古以来，金子就是高贵的象征。汉部落没有金子，所以你的棺就是镂空的铜做的。既然自
自己换了就不能让族人的脑袋上啥也没有。于是又给大树用锡做了一个银色的，大树很喜欢。其他的成年男性在你的指导下也做出来一些其他材质的发箍，兽皮的、木头的、骨质的全都有，甚至还有簪子。从此汉部落里又有了一个新规定，小孩只能束发或者戴发箍，但是不能插簪子。成年男人可以戴发箍，而且必须要插簪子，以此来区分成年人和未成年人。女人们也不再是只留马尾的发型，成年的妇女都要盘发，可以使用木梳或者簪子作为头饰。未成年的女孩可以扎马尾，也可以披发或者编辫子，也用簪子做装饰。金属作为战略物资是不可能每人都用来做饰品的，所以你就以金属饰品作为奖励发放，只要对部落有功的人都能有机会得到。经过一系列的改革，汉部落里现在只要一看脑袋就能看出这人的身份和年龄阶层，或者有没有对部落有过功劳。去病的发箍也是你做的，上面有一个云纹的铜扣，以学汉字最快的名义奖励给他。他是小孩子里第一个拥有金属饰品的孩子，因此非常开心。其实你那么卖力的搞装饰品，也不只是为了区分族人的阶层，主要还是为了那个相亲会，倒不是为了去相亲，而是为了见见别的部落的人，看看能不能做点交易。以前汉部落的食盐都是靠着和谢顶的部落交易来的，但现在谢顶的部落没有了，所以在没有找到盐矿之前，你想要找到新的卖家，要知道汉部落的陶器可是很值钱的。你不仅想用陶器换盐，还想买些人口回来，指望靠着现在这不到200人自己生，下辈子也塞不满你的一座城。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部落都能像汉部落这样，根本不用为食物发愁，还能在闲暇之余想想自己部落的发展大计。比如汉部落东面的黑鼠部落，这是一个人口足有150多的中型部落，他们和汉部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，黑鼠部落有自己的信仰，他们信奉黑鼠，也有专门负责与神沟通的巫。今年冬天黑鼠巫自称得到了神明的指引，说这个冬天会比往年更加漫长，他很担心储存的食物不够支撑到明年的春天，所以让首领带领狩猎队出去寻找食物。于是黑鼠部落的首领鼠大就带着19个小弟出门狩猎了。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，就在他们部落西边丛林的尽头，隔3差5会冒出浓浓的黑烟，那肯定是人类故意烧的。可是西边什么时候有人啊？在很久以前他们走到过西边的丛林边缘，但是那条8、9米宽的河他们没有能力过去，所以后来就没走过那么远了。现在看那冒烟的位置，分明就是在河水附近。鼠大马上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黑鼠巫，巫倒是没那么惊讶，反倒是对这些人烧火很感兴趣。在鼠巫的认识中，火就是用来烧食物的，经常烧火那就表示他们的食物很多，要是为了取暖的话，为什么不一直烧呢？鼠巫很疑惑，所以就让鼠大带人去看看，如果有可能，可以跟对方试着交易一下，也许还能学到什么东西也说不定。于是鼠大就带着队伍出发了，去完成这个外交性质的行动。而在汉部落这边，木桶和六指正守在砖窑旁边，没事就看看窑里的火，过一会儿就往里面扔一把柴火。两人从昨天晚上一直烧到今天下午，这会儿窑里的砖坯已经烧到了红得刺眼的程度，是时候灌水封窑了。木桶拍了拍六指，让他回山洞叫人干活。六指点点头，一路头也不回的就去了山洞。可就在木桶一人留守的空档期，地面上突然传来了肉包的大吼声，紧接着就是肉包奔跑的声音，然后还有人类嗷嗷喊叫声。木桶急忙从地下的烧火口爬上地面，刚露出脑袋就看见10几把长矛嗖嗖的飞向肉包，吓得他撒腿狂奔，一路冲向山洞。你正准备带人去给砖窑灌水，结果刚一出山洞就看到了肉包被人追杀的这一幕。鼠大等人本想着追上去，结果突然就看到你带着一群人从山洞里出来，顿时就愣住了。我次哦，谁特么敢杀我家肉包？都给我抄家伙！族人们听到自家首领的命令，立刻嗷嗷叫着冲出来，70、80号人，每人手里还都拿着武器，直接就把鼠大一行人包围了。鼠大嘴巴大张着，面前的一群人全都凶神恶煞，领头的年轻男子面容冷峻，头戴金冠金簪，手持一把百杆金枪瞪着自己，后面的阵容就更是闪瞎眼了，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把霍霍生辉的青铜铲。先别管战斗力怎么样，光是这豪华的阵容就足以让鼠大他们吓得不敢动弹。肉包这时候也看到自己老大控制了场面，屁颠屁颠的又跑了回来，站在你身后狗仗人势的对鼠大吼了一声，你拍了拍他的鼻子示意他安静，转头对鼠大说道，这头像是我们的，你们为什么要攻击他？鼠大有些懵逼，但你看起来和这个怪兽很熟的样子，他没想到这个邻居部落居然可以控制那么大的怪兽。可是让他更没想到的是，比肉包还大1号的灰山这时也听到动静跑了过来，站在肉包的身边好奇的看着被围住的一行人。鼠大和一群小弟都吓尿了，我次哦，居然还有！见鼠大他们都是一副惊呆的表情，你皱了皱眉，让旁边的长老过去问问他们是什么人，为什么会来到我们这里。长老上去对着鼠大一通连说带比划，把你说的话翻译了一遍，又介绍了一下你的首领身份。鼠大听了长老的话，先是一通道歉，自己也不知道这怪兽是有主人的，这才想着猎了回去过冬，最后又涕泪横流的把自己的来意说了出来。你没想到对方竟是想过来交易食物的，不过要是他们真有能让你看上的东西，倒也不是不行。那你们有什么东西可以交换？鼠大犹豫了一下，我们用石盆交换行不行？毕竟自己部落可是有好几个，而石盆也是每个部落的必备品。这次还没等你发话，长老就已经开口，石盆自己部落有的是，要是你们想要的话，也可以拿东西来交换，沿河人口都行。现在轮到鼠大傻眼了，对方居然有很多石盆，还可以换给自己。长老看鼠大不信，就叫几个孩子去搬一套陶器出来，没2分钟，几个孩子就搬了一个水缸、一个锅，还有几个碗出来，甚至还有几个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孩子，捧着一碗肉汤站在洞口吸溜吸溜的喝着。这把鼠大看得一愣一愣的，自己还从没闻到过这种肉香味。你让人盛了一碗肉汤给他，毕竟没尝过肉汤就不知道陶器的真正用途。鼠大小心翼翼地端过肉汤，学着小孩的样子吸溜了一口，顿时从嗓子暖到了胃里，过了一会儿全身都暖和了。这肉汤可是你专门熬出来御寒的，里面的肉不多，但是加了猪大骨还有辣椒，平日里没事喝
喝上2口，别提有多舒坦。蜀大已经被这肉汤的滋味彻底征服，当即就决定要用人口换陶钵。至于什么是盐，压根就没有听说过。长老把从前交易陶器的报价说了一遍，一个陶钵换2个未成年男孩或者一个成年女人，这个价格蜀大还是可以接受的。但是自己这次出来根本没有带女人和小孩，可自己又很想带回去一个陶钵，于是只能舔着脸问你能不能先把钵带回去，下次再把人带过来。一听这话，你顿时就不乐意了。赊账是不可能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赊账。万一对方要是赖账，自己不是成了被人耍的傻子吗？蜀大见你不同意，立刻从小弟那里取过一个鼓鼓的兽皮袋交到你手上，这里面是食物，虽然不多，但希望你能先让我们拿走一个尸盆，下次我们还会用人来换这个尸盆，老子会缺你这点食物吗？你胡乱的打开袋子，毫不在意的往里面瞥了瞥，可不料下一刻你的眼睛就再也挪不开了。这特么不是花生吗？脑袋里瞬间飘过 N 多花生，炒花生、盐水煮花生、油炸花生、花生酱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除了本身营养价值很高以外，最关键是还可以榨油，要是种上一大片，就再也不缺食用油了。而且有了油脂就可以做肥皂、做蜡烛，甚至是做炸药。所以说花生是战略物资也不为过。你压抑着激动的心情，忍了好半天才重新恢复镇静。这东西你们是从哪里弄来的？蜀大一阵咿咿呀呀乱比划，你这才知道他们部落所谓的神就是黑毛老鼠，而花生就是从老鼠窝里挖出来的。他们知道上哪寻找藏有花生的老鼠洞，所以花生在他们部落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。你暗自点了点头，随手拿出一个大筐来，用这样的一筐花生也能换陶器，但是必须要果壳没有损坏的才行。蜀大简直不敢相信，你居然会开出那么优惠的条件，连忙欣喜若狂的答应下次会多带来一些。到最后蜀大带走了那个大筐，还有一个陶钵和一个陶碗，还有你赠送的一把勺子。看着几人离开的背影，你忽然觉得一阵后怕，这次居然被一个陌生部落突袭到了山洞门口。幸好他们的人也不算多，如果他们是专程来攻击汉部落的，那汉部落就算能挡住他们，说不定也会造成伤亡。之前你也计划过防御工事，可是那么大的城墙哪是说建起来就建起来的？这段防守空档期必须先搞一个可以依托的防御工事才行。你先让大树带人去给砖窑灌水封窑，自己就站在山洞口思考起来。砖窑已经烧了2个月了，现在已经堆积了大量的城砖，建成的是要等到明年春天才能开始。那现在这些砖不就都闲着了吗？想到这里，一个简单快速的防御工事就出现在你的脑袋里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你把所有成年人召集起来，告诉他们你要用3面墙把山洞围起来，只在东面留1道2米宽的门，门口用一个3米高的马具当做大门，正面并排绑上4层长矛。这道简单的围墙直接用青砖堆砌而成，这么冷的天，只需要在砌好的砖墙上倒水就可以粘合。等来年开春天气回暖解冻之后，这些砖还可以用来建城，并不会影响使用。接下来几天，全族所有成年人一起动手，加上小推车和那么多工具，围墙的高度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飞涨。